韦胜客，你是不是觉得克莱根纳家族凉的还不够快？照片拍得不错，可惜标题太耸动了。这该死的熟悉感，永恒大陆的第一反派，那个被玩家杀了100万次的短命鬼。你还笑得出来？那可是艾丽卡，公爵最宠爱的小女儿。现在整个王都都在传，说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变态。公爵的私兵估计已经在磨刀了。公爵是个体面人，不会直接动武，他会先切断家族的商路，再用债务逼我就范。你倒是看得清，既然知道后果，为什么还要在晚宴上发疯？如果我说我昨晚喝断片了，你信吗？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爵信不信。这是你要的保命符，为了这份东西，我把家族在南方的2座矿山都抵押了。教授，让我去教那群贵族少爷小姐。只有躲进皇家魔法学院，公爵的私兵才不敢冲进去抓人。格文德里，我的那位未婚妻。没错，如果不是格文姐姐看在家族联姻的面子上担保，能进学院当教授。这下更有趣了，全王国最想砍死我的女人，竟然成了我的保人。少阴阳怪气，格文姐姐那是为了家族荣耀，你最好祈祷在学院里别惹出新乱子。还有，把你那所谓的优雅收一收，现在的克莱根纳家经不起你再一次发情。谢了，莉亚。矿山的事，我会解决。等你活过明天再说吧。真是地狱开局，身败名裂，仇家满天飞，连唯一的亲人都恨不得掐死我。吃吧，臭东西！看来在这个家里，只有你不会嫌弃我了。嫌弃？不，我怎么会嫌弃一个灵魂如此美味的宿主呢？谁在说话？别紧张，韦胜客，或者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漂流者。我是贪欲，是全知，是你们口中被封印的灾厄。凡人称我为邪神哈比卡，而我在你那所谓肮脏的躯壳里，看到了足以颠覆这个世界规则的疯狂。邪神，看来我的外挂终于到账了。凡人，签下它，供奉我的肉身，传播我的威名，作为交换，你会得到一位伟大神明的庇护。共吃共住，还要帮你建教会，你这是找信徒还是找保姆？闭嘴！这可是灾厄之神的恩赐，多少国王跪着求我。成交。啊，这就签了！你不怕我吞了你的灵魂？系统检测到高位格能量源，执行强制绑定，开启法力值共享模式。你做了什么？我的神力为什么在往你身体里流？别这么小气，既然是共生契约，你的就是我的。走吧，邪神大人，既然蓝量无限了，那就去试试这具身体的极限。该死的，你这个卑鄙的窃贼，你根本不懂魔法的真谛。听好了，施法需要构建以太回路，你要先感受元素的流动，然后吟唱咒文。太慢了。等等，法阵呢？引导语呢？你这不符合魔法逻辑。黑雷枪，爆裂火球，冰霜西域，风刃乱舞，暗影剑。不可能！你是魔兽吗？这是瞬发，全是瞬发！你的精神力怎么可能支撑这种频率的构建？这就是玩家与 NPC 的区别。只要技能 CD 转好了，谁还在乎原理？邪神大人，你的魔力储备果然很充富，我很满意。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种违背常理的施法方式，简直是在羞辱魔法女神！羞辱？不，这是进化。你要去哪儿？刚有了力量就要去杀人？不，去进货。毁灭只是手段，想要在这个世界立足，我还需要一点超能力。龙息尾，腐败苔藓，劣质魔晶，你刚才去黑市就买了这堆垃圾，你真的是个贵族吗？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垃圾，但在我手里，这是颠覆帝国的金矿。炼琴术，别逗了！没有昂贵的贤者之石，这种低级材料连劣质的止血药都造不出来。谁说我要造止血药了？常规炼琴室受限于材料纯度，但系统的强制合成只看魔力灌注量。既然我有无限的蓝，停下！你在干什么？这种魔力浓度会炸飞整个墓地的。炸？不为假，睁大你的眼睛看着。这是不信息居然接近圣品，黄极精元水。或者用你们的话说，能让亚头瞬间变成天才的违禁品。有了它，整个皇家魔法学院都将成为我的猎场。你还要干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今晚别睡了，我们要给明天的学院入职准备一份真正的见面礼。停下！你这个疯子！
哪有人把深渊之花和水银精髓直接捏在一起的？这是在做炸弹！炼级式的本质是等价交换，不在游戏里，只要配方正确，魔力足够，万物皆可合成。这是高阶魔导器，你怎么做到的？连那个老不死的炼金协会会长都要花3个月才能打磨出来。哼，熟练度罢了，还没完呢。既然是去学院任教，总得有点防身手段。瞬发储存，你把魔法当子弹填进去了，这要是打出，那就是6连发的魔法加特林，剩下的边角料顺手搓点特产吧。这纯度比教廷的圣水还高，你打算卖多少钱？不卖，这是用来还债的。看来债主上门了。学院的教授聘书，你收到了？收到了，多谢德林家族的美言。我不明白，既然你有这样的天赋，为什么还要做那种下作的事？哪件事？别装傻，公爵的女儿才17岁，整个王都都在传维圣克4爵是个连未成年都不放过的禽兽。根据原著，格温正义感爆棚，解释是没用的，他只看行动和利益交换。这是谢礼，我不喜欢欠人情。这是宗师级魔力药水，这足够抵消你帮我争取职位的恩情了。至于公爵女儿的事，那只是为了摆脱公爵家族政治联姻的手段，虽然名声难听了点，但很有效，不是吗？你是故意的，为了拒婚？走吧，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未婚妻因为魔力耗尽而倒在护卫岗上。维圣克，你变了，变得让人害怕。人总是要长大的，格温。如果在学院遇到麻烦，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但也仅限于此。对于这种死脑筋的骑士，展示价值比跪对求饶更有用。搞定了一个，接下来该去会会那帮想看我笑话的老家伙了。这就是全服最大的技能书仓库，在游戏里，这里可是玩家挥霍经验值的圣地。嘎，这里的魔力浓度太夸张了，那帮老家伙把好东西都藏在这儿了。别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鸟。让一让，麻烦让一让，我看不到路了。维圣克子爵，不，教授，对不起，我是您的助教赫尼。赫尼，原著里那个被霸凌到黑化，差点炸了整个学院的悲剧反派。我的教案呢？在这儿，这是院方为了防止那个意外，院长希望您能照着念。魔法基础理论与社会责任，通篇废话。看来学院是真怕我在讲台上丢人现眼。教授，那是院长亲笔。我的课堂不需要别人教我怎么说话。带路，去最好的班级。完了，传闻他是要把是个无法无天的恶棍，第一天就要搞砸了的吗？果然，还是氪金变强最爽快。那就是维圣克，听说他连公爵的女儿都敢调戏。这种败类也能当教授，估计是给学校捐了几座楼吧。把你们脑子里那些关于我的花边新闻先清空。在我的课上，智商是唯一的通行证。冤家路窄，这不是我的绯闻女主角吗？看来这节课不会太平了。人渣，居然还敢若无其事地站在这里！今天我就要揭穿你虚伪的面具。今天不讲那些哄小孩的理论，我们讲点实用的。空间阵势的急速构建与反制。这种姐姐思路怎么可能？连宫廷法师都没讲过这种切入点，他是从哪儿偷学的？下课，作业是重构第3节点的魔力回路，做不出来的，下节课不用来了。教授，您讲的太厉害了。这就想走了吗？维圣克教授。怎么，克洛伊小姐没听懂？需要我给你开小槽？理论说的天花乱飞，谁知道是不是背下来的？既然您讲的是空间阵势，不如亲自演示一下。天啊，14阶空间封堵阵！艾丽塔竟然能瞬间布阵，这是要关门打狗啊！这是踢馆，小子，你被关笼子了。这是我家传的空间锁。教授，您刚才不是说反制很简单吗？解不开这个阵，您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或者您可以求我把你放出来。用我的课程内容来对付我，少女，你这是在玩火。怎么不说话了，教授？刚才那种目空一切的气势去哪儿了？结构粗糙，节点冗余，这种程度的阵法，在游戏里连新手教程都算不上。那是什么？1、2、6个施法单元，6重施法，这怎么可能？是大魔祖师才能掌握的技巧。虚张声势，这绝对是幻术，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有无知者的坐井观天。你的空间固教确实有创意，可惜全是漏洞。现在
它归我了。我的发卡，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别急还给我。我只是借用它来纠正你的错误。看好了，这就是你阵法中最大的缺陷——坐标偏移。消失了。恭喜你，由于你的计算失误，它已经被放逐到了异纬度。想要找回来，那是下辈子的事了。嘎！绝杀！杀人诛心啊，小子！既然你不懂得尊师重道，那就换个位置好好反省。好了，这才是空间魔法的正确用法。下课，记得把作业交了。虽然都是些低级戏法，但只要数量堆上去，配合我的无限蓝烛，就是无敌的法术机关枪。嘎，慢点翻，本大爷眼都要花了。你这是在进货吗？技多不压身，走吧，去看看有没有关于高阶禁咒的孤本。不，这里逻辑不通。如果维圣科教授讲到这儿就卡住了怎么办？得加上备注。这么晚了还在替我写教案，这丫头是受虐狂吗？不累吗？教授，对不起，我没看见你，我马上就写好了。高阶魔力回路解析，这不是下周的课题吗？我怕您临时需要，所以想提前准备好。我想变得有用一点。在这个实力至上的学院里，像他这样没有背景又没有天赋的人，确实活的是蝼蚁。以后不用写了。教授，您是要赶我走吗？求求您别赶我走，我会很听话的，我可以通宵干活，只要不赶我走。如果失去这份工作，我就真的会被学院除名了。嘎，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一个没有天赋的废物，但正因为他一无所有，才会对我绝对忠诚。这种工具人用起来最顺手。把眼泪擦干。我没说要开除你，我的意思是，这种低级的抄写工作不需要你浪费生命。既然你想留在我身边，那就证明你的价值。价值？我会继续使用你，直到你彻底报废为止。所以在那之前，别把身体累垮了，懂了吗？懂了，我懂了，谢谢教授，谢谢教授。行吧，带我逛逛，这破学院我都快忘长什么样了。教授，那边是学院的公示区。对了，今天下午刚发了一封紧急通告。奥顺馆，空间实验。嘎，小子，我闻到了麻烦的味道。那个被你抢了发卡的金毛丫头，该不会蠢到去这种地方发泄吧？看来今晚的补习班要提前开课了。教授，等等我，关于下周的课程，我还有几个备选方案。赫尼，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留下你，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我知道，我没有天赋，连一阶马石都不是。既然知道自己是废物，就别做那些自我感动的无用功。我要的是效率，不是你的眼泪和这廉价的勤奋。听好了，我会继续使用你，把你当做最顺手的工具，直到你彻底报废为止。所以在那之前，再把身体累垮了，懂了吗？懂了，我懂了。只要能为您所用，报废也没关系。谢谢教授。嘎，这也行。这丫头的脑回路是不是被你刚才下短路了？对于溺水的人来说，也会被当作救命稻草死死抓住。声音是从奥庄谷传来的。嘎，看来那个丢了发卡的金毛丫头正在拆房子呢。走，去看看我的好学生究竟惹了什么祸。不对，坐标不对，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那个该死的异维度到底在哪里？把我的发卡还给我！快点走，那个疯婆子好像又要炸了。停下，快停下！救命！谁来拉我一把？杰克！消失了。杰克不见了，被吸进去了。是你是故意的！你把杰克弄到哪儿去了？我不是，我只是想找回我的东西，是意外。你们这些贵族就是视人命如草叶，在你们眼里，我们平民是不是连那个破卡都不如？你这个杀人凶手！把杰克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传送坐标乱了，我真的不知道。既然你不肯救人，那就给杰克陪葬吧。完了。大晚上的不开派对，在这里搞私斗。维圣克教授，这件事与你无关，是他杀了杰克。杀？那个只会死读书的蠢货，要是真有杀人的胆量，我反而要高看他一眼。你还要包庇他吗？杰克被他的传送阵吸走了，现在生死未卜。交出杀人凶手，贵族滚出学院！既然你们这么有精力，那就安静的看着。还有你，把眼泪收回去。克莱恩娜的学生，哪怕是犯错，也不允许露出这种丧家之犬的表情。空间乱流，坐标偏移至虚空架系，如果不及时捞出来，那小子大概率会被空间风暴撕成碎片。嘎，小子，这可是个烂摊子，你要是不出手，明天学院门口就要挂满抗议黄盘了。正好，给你们上一堂课外辅导。
看好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空间魔法？抓到了！这种粗暴的魔力操控，怎么可能维持法阵不崩塌？给我滚出来！我没死，杰克，你还活着！这就解决了？现在道歉。什么？向那个差点死在你愚蠢之下的同学道歉。我是克莱文纳家族的，让我向平民低头。收起你那可笑的贵族自尊，在魔法的世界里，死人是不会在意你姓什么的。犯了错不敢承担，这才是给你的家族蒙羞。对不起，是我学艺不精，差点害了你。还算有点救，要是刚才敢拒绝，我就只能换个听话的工具人了。跟我来办公室，今晚你的设业才刚刚开始。接着，这是刚才在虚空缝线里顺手捞回来的，既然是重要的东西，就别随便当垃圾扔进异次元。为什么要帮我？我还想过要让你难堪。因为你是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只有我有资格欺负你。看着，你刚才的传送送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把空间当成了平面。真正的空间折院是坐标表的重叠，而是让世界向你靠拢。原来是这样，折叠，这就是三阶法师的事业吗？教授认真讲课的样子，好帅。今晚把这个原理吃透，明天交一份3000字的分析报告，写不出来就别说是我教出来的。是，教授，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和你收拾一下，回领地。现在吗？我有种预感，家里有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我。哟，我们的大忙人领主终于舍得回来了。李亚，这么晚了还不睡，会长皱纹的。睡？你看看这个赤字，谁还能睡得着？购买高阶魔药素材，修缮法师塔，这都是必要的投资。投资？你管这叫投资？矿山的产量已经连续3个月下滑了，粮仓里的存粮都是去年的陈米。为了给你买那个该死的教授职位，我连母亲留下的首饰都抵押了。在游戏里只是个背景板 NPC， 没想到他一直在死撑这个家。先松手，勒死了我就没人还债了。家里没钱了，哥，下个月连仆人的薪水都发不出去了。如果你再这么挥霍，我们就只能变卖祖产去街上讨饭了。既然没钱，那就去抢，哦不，去赚。你又在发什么疯？现在的行情，做什么都不赚钱。常规的生意当然不赚，但如果是垄断呢？我要你在王都最显眼的位置盘下一间店面。你是嫌死得不够快吗？那种地段的租金是天价。如果是卖这种能让死人复生的药水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将要收割整个帝国的镰刀。你确定这东西能卖出去？不，我们要让他们求着买。只要喝下去，就能瞬间恢复魔力。你知道市面上恢复魔力的水晶要卖多少金币吗？水晶充能慢，携带笨重，但这瓶东西战斗中只要1秒就能翻盘。这浓度，就算稀释10倍卖，也是暴利。不，我们要卖原浆，而且只卖给最顶级的那批人。我要你把店开在皇家炼金学会的对面。你是要公然挑衅那群老顽固？他们会联合抵制我们的。抵制？当骑士团在战场上快死的时候，当法师魔力耗尽面临魔兽入脚的时候，你看他们是会选学会的尊严，还是选我的药水？莉亚，这不是生意，这是对生死的垄断。好，哪怕把最后一点家底砸进去，这店我也开了。如果赔了，我就把你卖到地下黑市去抵债。放心，我不值钱，但这药水值一座城。这又是什么？如果你想送礼物讨好我，最好直接送金币。去王都开店，路上不太平，这是给你防身的小玩具。自动适配，这做工至少是大师级的附魔工艺。掌心对准窗外，集中精神，想象那颗绿色宝石。等等，这怎么停下来？这是防身道具，你管这叫小玩具？2阶魔法猎暴风顺法，手套里还有5颗宝石，分别对应防御、闪现和爆破。你是克莱文纳家的钱袋子，谁敢动你，就用这个把他们轰成这样。记得省着点用，
充能很麻烦的。这不是什么防身道具，这是能让皇室都忌惮的战略级武装。哥哥，你到底藏了多少底牌？赫尼，你现在的样子像个被吸干精气的女鬼，把这个吃了。教授，这是给我的，谢谢教授。还算用心，看来那个傲慢的大小姐确实被吓到了。教授，艾丽卡小姐其实天赋很高，昨晚她一直练到魔力透支才走。天赋在真正的力量面前，天赋只是入场券。我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执行力。你也一样，和你跟着我，你会看到世界的真相。但如果背叛，我绝不会背叛您，教授，您是唯一把我当人看的人，哪怕是为了您去死，我也愿意，只要您别再丢下我。很好，准备一下，下午有一场好戏。我要让整个学院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教授，这是修改了12遍的演讲初稿，还有艾丽卡小姐的作业批注。你昨晚去挖坟了？这副尊容，不知道的以为我虐待助教。没有，我只是不想给您丢脸，我想把一切都准备完美。哼，在这个世界，精力也是资源，把自己耗干是最亏本的买卖。带他去客房吃掉2份全餐，然后睡觉，没睡够12小时不准起床。可是教授，下午的课……这是命令，赫尼，我不带废物出门。养好精神，以后有的是仗要打。是，谨遵您的意志。这种自我感动的奉献型人格，真是最好用的工具。不过，哪怕是工具，我也护短。维生科教授，关于昨天课堂上的小风波，我听说了。虽然艾莉亚小姐有些任性，但你的处理方式很高效，不是吗？现在的学生太缺乏对力量的敬畏。确实，不过学院的声誉需要维护，我想到了一个双赢的方案。1个月后是学院的开放日，我希望你能主讲一场全程公开课。公开课？给那些贵族看？不只是贵族，我们会启用全市之眼魔导石，进行全国范围的实况转播。这是重塑你个人形象，也是展示学院新锐力量的绝佳机会。维生科教授，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将自己的影响力从学院扩散至整个帝国的完美跳板，全国直播很有趣，但我有个条件，讲座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由我全权决定。当然，只要能震慑住那些质疑学院衰落的声音，哪怕你在台上召唤恶魔跳舞都行。成交，我会让这场讲座成为王都未来10年的传说。错了，空间折叠不是靠蛮力撕扯，是欺骗。你要让空间以为这2个点本来就在一起。欺骗，像是用魔力构建视觉误差，然后替换现实坐标。悟性尚可，记住，法师的战斗是计算，不是斗殴。今天就到这儿。你的作业虽然还有瑕疵，但在同龄人里算是不错了。谢谢教授。那个关于多重施法的理论，我还能去办公室请教您吗？教授，发生什么事了？艾丽卡，自己回去，记得关门。是。敢动我的钱袋子，不管是谁，准备好去见邪神吧。把霍和那个女人留下，其他的全部杀光。挡不住的，这是黑风寨的主力。大小姐，快逃吧！这一发充能要消耗多少魔晶啊！你们这群穷鬼，命都不值这个价！4阶魔法，大小姐饶命，我们绝不敢逃跑。亏了，这一发下去，至少杀掉了2000金币的能量。全员戒备，这种破坏力有高阶火系法师介入。莉亚，你没事吧？那个法师呢？是敌是友？火团长有空间波动。维生克，让你的骑士把剑收起来，格文，除非他们想变成地上的灰。这些是你做的？你跨越了几百公里，瞬间赶到这里杀了他们。作为克莱文纳的家主，清理一些试图染指家族资产的垃圾，很合理吧？这可是几10条人命，而且这种手段太过残忍了，这是战争级的魔法。残忍？格文骑士，如果我晚来一步，现在变成尸体的就是利亚。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亲人的谋杀。你的正义感留去法庭上用，
在这里，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以后遇到这种货色，直接用最大功率，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我就得去冥界捞你，很麻烦。可是很贵啊，而且你抢了我的风头，我还想在格温姐姐面前威风一下呢。财不露白，你想让全帝国的刺客都知道你手里拿着神器吗？善后工作交给你了，未婚妻。毕竟维护治安是骑士团的职责，不是吗？我会处理，但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这些土匪为什么会盯上莉亚？普通的劫匪不敢动大贵族的商队。因为贪婪。至于幕后黑手，那是我的猎物，你不必插手。这不是普通土匪，你到底卷入了什么？你真的是为了保护莉亚，还是在杀人灭口掩盖真相？等等，这次去王都，我已经物色好店铺了。只要把那些低阶药水摆在繁华街，绝对会爆火。我们要赚大钱了。做得不错，如果在王都再遇到麻烦，去找格温。哦，找他？亏你还是他的未婚夫，连他的行程都不知道。别打哑谜，他去哪儿？他过几天要去维苏里火山执行皇家任务，至少半个月回不来。我看你俩干脆解除婚约算了。维苏贝火山50世纪 BOSS 熔炉魔兽。熔炉魔兽，那可是能掉落顶级材料的宝库，现在应该还在沉睡期。发什么呆？你很闲吗？赶紧回家去，别妨碍我清点货物。确实，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真是个怪人，说走就走。嘎，你对那个死火山那么感兴趣，居然连夜去见那个冷冰冰的女人。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的嘴。嘎嘎，都到人家门口了，怎么还没人出来迎接？设想一下，一个独居女人大半夜被一个名声狼藉的未婚夫拜访，她会怎么想？话本里说，她一定会换上最漂亮的裙子，化个精致的妆来见你。错，她只会觉得我有病，并且感到极度厌烦。你到底懂不懂女人？是你不懂格温德林，那位正义的骑士，现在大概恨不得用剑把我的头砍下来。准备一下，我们该去面对那位大骑士的怒火了。总算能休息一下了。那枚衔尾蛇徽章，到底牵扯了什么阴谋？小姐，有客人深夜来访。这么晚了，是谁啊？是维克托·克莱文纳子爵，他正在会客室等您。维克托，他大半夜来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大半夜贸然来访，我倒要看看你又要耍什么花样。维圣克，如果你是来消遣我的，现在的确是个好时机。看来洗澡水把你脑子泡坏了，我没那闲工夫。说正事，这么晚闯进我家，为了什么？听说你要去维苏里火山执行任务，我要随行。你说什么？我要随行，作为你的向导法师。理由？那里是死火山，也是军事禁区，不是你这位纨绔子爵踏青的地方。我对那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包括潜在魔物的弱点。带上我，能让你原本半个月的行程缩短一半。看着我的眼睛，我要听实话，维圣克。正义之心吗？真是个让人厌烦的能力。好吧，实话就是，我要钱。钱？维苏于火山特产一种半生晶石，那是制作高阶魔导器的核心材料，市面上买不到，我必须亲自去采。你也知道，我不做亏本的买卖，帮你完成任务，我拿我的晶石，双赢。原来如此，为了利益，连皇家任务都敢利用，这确实是你做得出来的事。多谢夸奖。那么成交？我会向军部申请随行法师名额，但这期间别给我惹麻烦。遵命令。我不让人省心的未婚妻。那么我就先告辞了。精彩，真是精彩！刚才那个笑容简直比向日葵还灿烂。你是怎么做到的？明明心里恶恶的想吐，脸上却能笑得像要去结婚一样。因为这就是他想看到的真实。那个女人满脑子都是非黑即白的正义，如果我不表现出贪婪和自私，她反而会怀疑我有更大的阴谋。人类真复杂。不过你费这么大劲去那座火山，不只是为了那点惊喜吧？当然，那里沉睡着未来的麻烦，我得去提前收点利息。回府后通知利亚，店铺装修加快进度。等我从火山回来，这瓶药水会让整个王都疯狂。你要开始收割那帮贵族的钱包了？不，
是收割这个世界的规则。多谢夸奖。那么，成交？检测结果明明是实话，可为什么那个笑容？韦圣客，你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哥，这一晚上的产量若是全卖出去，足够埋下半条街。这根本不是药水，是流淌的液体黄金啊！小心点儿，这摔碎的可都是我的嫁妆钱。谁说要全卖出去了？不卖？那我们熬夜做这么多干什么？拿来泡澡吗？莉亚，记住一个词：饥饿营销。这东西是独家垄断的消耗品，如果无限量供应，它只是好用的商品；但如果每天只限量50瓶，它就是贵族们用来炫耀身份的权杖。人类的虚荣心比他们的胃口大多了。限购、抬价，制造稀缺感，那些买不到的人会更加疯狂，买到的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哥，你简直是个魔鬼！不，你是商业之神。剩下的库存全部封存，我要去维苏里火山一趟。这段时间，店铺的节奏由你掌控。放心吧，等你回来，我会让整个王都的贵族都跪在克莱文娜家的柜台前求药。导师，在这个结构中加入风元素的扰动，是否能提升2倍的爆发力？2倍，简直是侮辱魔法！这蠢丫头的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只要改变核心频率，5倍都是起步。想法尚可，但眼界太窄。你是在玩火，还是在点蜡烛？我明白了，是我太拘泥于形式，忽略了本质的频率。谢谢导师指点。他明白什么了？这人类幼孩是不是有受虐倾向？赫尼，看懂了吗？看懂了，教授是在教导我们要直击本质。只是看可不够，有些东西得亲自站在风暴中心才能学会。赫尼，跟上。对不起，教授，我走神了。明天我要出城一趟，归期未定。祝教授一路顺风。我会帮您整理好办公室的文书。不，我要你接受明天的课程。您说什么？明天的精英班实战课由你全权负责，作为主讲师，而不是助教。我不行，那是精英班，里面都是贵族，我只是个平民，我会搞砸的。这是命令，不是商量。教授，求您了，哪怕让我去扫厕所都行，我真的不敢站在那个讲台上，他们会吃了我的。在这个学院，弱小就是原罪。如果你连站上去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永远只能做被人踩在脚下的烂泥。明天早上8点，别让我失望，更别丢我的脸。各位同学，今天维圣科教授有事，由我来。我有事？我还以为教授被什么野猫野狗绊住了脚。助教，这可是精英班，让一个连法杖都买不起的平民给我们上课，简直是笑话。我们要维圣科教授，若是耽误了我们的考核评级，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不行，我做不到，那些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食剥了。教授，救救我！吵死了！谁再敢发出噪音，我就让他永远闭嘴。赫尼助教，请继续。这是维圣课导师的课堂，任何人不得放肆。谢谢，不能给教授丢脸。赫尼，你可是维圣课选中的人。今天我们要解析的是2阶速能系魔法碎星，它的核心不在于魔力的堆砌，而在于频率的共振。接下来是实战演示，由于我的魔力储备不足，艾丽卡同学，能请你协助演示吗？按照助教刚才的理论，调整第3节点震荡频率。破！这是改良版，将爆破力转化为穿透力。是你刚才讲的本质频率给了我灵感。那只小绵羊居然没被吓尿裤子，还有那个暴力女下手真黑呀！恐惧是最好的催化剂，只要跨过那道坎儿，绵羊也能长出獠牙。那你现在进去接受他们的崇拜？不必，主角只有在落幕时保持神秘，才会让人念念不忘。该出发了。
艾丽卡，刚才真的太感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今天肯定死定了。哼，我只是维护导师的威严罢了。再说你讲的那些理论确实有点东西，那是教授写的教案好。对了，你说教授为什么非要逼我来讲课？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导师最近的行为很反常，像是在交代后事。呸！什么后事？教授那么厉害，我们要不要去办公室问问？我总觉得他有什么大事瞒着我们。好，哪怕被骂一顿，我也想亲口告诉他我没有搞砸。好强的空间波动！教授，您在里面吗？他走了，这就是他说的归期未定吗？我要出趟远门，归期无定。谋杀！这是谋杀！你这女人眼睛长头顶了吗？哦，终于要走了，太好了，这下没人烦我了。和你，今天的课你替我去，这是对你的考核。可是教授，那是精英班。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我相信我的眼光。是，绝不给您丢脸。你也该走了。我就不能在这里自习吗？昨天那个复合魔法阵的节点问题，你还没讲完。最后一次，看好了，我只演示一遍。王都东区最好的铺面装修完毕，现在谈谈定价。1000几欧。1000？成本不过10几欧，你这是在抢钱还是在卖龙血？不，这是在卖命，并且每人每天限格2瓶。这么贵还要限格，你就不怕货砸手里？越是得不到的，越让人疯狂。我要的不仅是钱，是垄断。哥，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比我还像个奸商？对了，去火山那种鬼地方，别死在外面。放心，我很惜命。我是怕没人给我供货，还得花钱给你收尸。这算是妹妹的关心，我还以为你们仇深似海呢。在这个家族，亲情是奢侈品，但只要我会赚钱，我就是他唯一的真理。1000几楼一瓶回魔药水，这店家疯了吧？除了傻子谁会买？走吧，走吧。谁是老板？这地价交保护费了吗？这里不欢迎没钱的客人，滚！臭娘们儿，给脸不要脸，给我砸！怎么吓傻了？现在知道怕了？怕？不，我在算账。一瓶1000几欧，这里一共碎了18瓶。恭喜你们，你们的命现在归我了。你来得太早了，要不要练练？我是法师，这种野蛮人的运动不适合我。当我没说。停下！剧烈运动后爆粉冷水，伤肺伤胃。你是想位阶身死吗？骑士没那么娇气。是吗？那你现在的脸色比死人还白。多管闲事。嘎，这就是所谓的傲娇。女人真是难懂的生物。闭嘴，去餐厅，我饿了。这家伙，到底谁才是主人？明明是个恶贵，为什么礼仪比皇室还要标准？看我能保。吃好了就出发。那个，你是法师，如果不擅长骑马，我可以让人备马车。不必浪费时间。你会骑马，而且很熟练。为了逃命，总得多学点技能。逃命？我看是为了在游戏里跑图更爽吧。满嘴谎言。驾，跟紧了，别掉队。那就是克莱文娜家的败类，他来干什么？听说还要随军。这种靠魔药堆出来的法师，上战场就是累赘。嘘，人家可是未婚夫，小心你的脑袋。安静，这位是维圣克克莱文娜子爵，此次远征的随行法师。这怨气重的都能养活10个恶魔了。没有欢呼，只有杀气，这才像反派的登场。让开，快让开！啊！小心！维圣克，那是破魔银剑，
魔法护盾对破魔武器无效。重心偏前，这剑没开刃，下次拿稳点儿。我不喜欢被这种废铁指着。那可是高阶骑士的剑术，你为什么会用剑？因为我是一个全职法师。这帮蠢货，砸得越碎，我赚得越多，正愁怎么定损呢？抱歉，莉亚小姐，我来晚了，让教授的产业蒙受了这种损失。艾丽卡小姐，您能赶跑那些暴徒已经是万幸了。只是这药水，我是维圣克教授的学生，既然看到了，就不会坐视不管。损失多少，我赔。1000基罗。1000基罗，这满地的碎片加起来也是1瓶1000基罗。你家这药水是金子做的吗？简直是抢劫！教授出品，必属精品。这药水有什么效果？顺回魔力，虽然每天限购2瓶，但由于是被砸坏的，算您全款赔偿。赔，按照原价赔偿所有损失，剩下的完好药水我全包了。就当是给教授补交的学费，成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限口令对您无效。那个黑心老哥到底给这傻丫头灌了什么迷魂汤？这可是真金白银啊！我交代，是李维公爵指使我们去捣乱的。李昂，这种说辞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虽然众人口径一致，但太过刻意，更像是故意栽赃。公爵若真要针对我，不会派你们这样轻易妥协的人。真的是公爵，他给了我们5000吉欧。5000？看来幕后之人出手还算大方。可惜你们不该触碰我的底线。你知道这瓶药剂价值多少吗？1000吉欧。你所做的一切远不足以弥补造成的损失。你想干什么？利昂，按规矩处理妥当。既然他们说是公爵的人，就将相关情况如实整理，送去公爵府作为回应。是，小姐。感动克莱文娜的利益，不管是谁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位真是不巧，最近来火山探险的人太多，只剩最后一间房了。一间？这怎么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懂的，年轻情侣吵架嘛，床头吵架床尾和，一间大床房正好。胡说，我是骑士，他是法师，我们需要2间。就这间，钥匙给我。维圣克，你怎么能答应？你是想露宿街头，还是想跟马睡马厩？我需要休息，没空陪你矫情。这男的真不懂怜香惜玉，不过长得倒是挺俊。可恶的家伙！先说好，我是为了任务才勉强同意的，你不许乱来。乱来？对你？我对铁皮罐头没兴趣，而且我是法师，体力不如你，真要乱来，也是你对我乱来。嘎嘎，这就是所谓的欲擒故纵嘛，老大，这招高啊！闭嘴，把你那只乌鸦炖了。他是法师体孱弱，如果让他睡地板，万一生病影响任务，不行。骑士要有牺牲精神。那个，你是法师，体质弱，你睡床吧。哦，那你呢？我睡地上。骑士在野外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地板很好了。随你。你就真的答应了？不客气一下。既然你想展现骑士风度，我为什么要拒绝？关灯，睡觉。你就真的答应了？不客气一下，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好硬，脖子要断了。怎么，地板太硬，想上来？谁想上去了？我只是在做睡前伸展。哼，是吗？那你最好安静点儿。那是陷阱，绝对是陷阱！渐渐，真是，地板真的好冷啊！别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丽娜小姐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5000吉欧，这就是你们卖命的价格？是公爵府的管家给的现款。李维公爵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可不蠢。小姐，既然您认定不是公爵做的，为什么还要把尸体送去公爵府？这叫礼尚往来。不管是不是公爵，这盆脏水泼过来，他就得接着。更有趣的是，这个砸店的收了5000，赔偿的却给了1万多。那个叫艾丽卡的女孩，真的是少爷的学生？学生？维圣克那个性格，除了会气人，还能教书育人？钱够用就行，别太贪。闭嘴，败家子！艾丽卡是李维公爵的独女，女儿大把撒钱讨好老师，
老爹却雇凶砸老师的店，这逻辑确实相悖。除非有人在中间设局，想挑起克莱文娜和李维家的全面战争，想坐收渔翁之利，那就看这只渔翁有没有命拿我的钱。李昂，去查查这5000吉欧的铸币批次，这种大额新币只有地下钱庄流通。是。那艾丽卡那边，既然他送上门来当冤大头，那就好好利用。这笔学费我替哥哥收下了。哥哥虽然是个笨蛋，但也是克莱文娜的笨蛋，谁敢动他，那就试试。利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学生会因为打碎几瓶药水就给老师赔偿上万吉欧吗？这不合常理，除非那位艾丽卡小姐是个毫无金钱观念的傻瓜。李维公爵的女儿绝不是傻瓜，这笔钱与其说是赔偿，不如说上是封口费，或者是某种更为昂贵的入场券。最可笑的是，他竟然声称是维圣克的学生。李涯，帮我倒杯水，魔法术太重了，拿不动。你自己明明可以用法师之手，那个连喝水都嫌麻烦的家伙会去教书育人。他在学院里除了弃教授，恐怕连教商都懒得拿。也许少爷在外面会有所不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艾利亚撒这种拙劣的谎，说明所图甚大。不管李维家想干什么，既然敢把手伸上克莱文娜，就要做好被剁掉的准备，盯紧艾丽卡。另外，通知商队加快行程，我要让王都的每一家药剂店下个月都不得不挂上我们的招牌。是，小姐。那少爷那边？那个笨蛋哥哥虽然不让人省心，但命硬得很。只要他不主动惹事，这趟远门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那个维圣克，能不能？不能。我还没说是什么事。不能。如果是关于换房间，老板已经说了，这是最后一件。如果是关于那张床，我不介意你睡地板。不是，我是说我想洗个澡。在这里？你是打算把自己塞进那个洗脸盆里，还是打算去外面的马槽和马一起洗？我穿着铠甲赶了1天路，身上全是汗。算了，当我没说。回来。目之塑形，森罗万象。这是水温42度，正好。一阶魔法，暗幕遮蔽。我在那边设了结界，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放心洗吧。谢谢你，维圣克。没想到你会这么体贴。体贴？我只是不想闻到你身上的汗臭味。这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在野外还能泡热水澡。维圣克，你真的是个天才。多谢夸奖，洗完了就赶紧出来。那个维圣克，我的那衬衣服刚洗了，湿哒哒的没法穿，能不能？哇，真的干了，太方便了。维圣克，既然你能控制温度，能不能把床也弄暖和一点？这被子看起来好潮湿。格文德林，怎么了？我是个法师，不是你的贴身男仆，更不是你的保姆。得寸进尺也要有个限度。还是说，你真的以为我对你没有任何威胁？既然不想睡地板，那就安静点儿。我这是维圣克，我怎么在床上？你在椅子上坐了一夜？你的睡相太差，为了避免被你踢下床，我选择了更安全的地方。对不起，我明明记得我在洗澡，然后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法师可以用冥想代替睡眠，倒是你，身为骑士长，打算赖床到什么时候？明明是个冷酷的混蛋，为什么要这么照顾我？我马上就好，给我3分钟。兄弟们快看，咱们骑士长今天的气色简直像换了个人。嘿嘿，毕竟昨晚和维圣克少爷住在一个房间嘛。全体肃静，在胡说什么？头儿，别不好意思嘛，咱们都懂，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哪有隔夜仇啊？闭嘴，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是只有一张床。只有一张床啊！如果不想要舌头，我可以免费帮你们割掉。那个，出发，全军出发！就在这里停下。怎么了？离火山口还有一段距离。接下来的路，我不希望有人跟着。你要单独行动，维圣克，前面是高危区域，可能有魔物出没。正是因为有魔物，我才要去。那东西，只有我能处理。可是，带着你的骑士团在山脚布防，如果那东西跑出来，
我不希望他冲进镇子。好，如果你遇到危险，立刻发信号，我会第一时间冲上去。空间传送，你什么时候画的法阵？就在刚刚，格文，守好你的岗位。团长，侦测水晶有反应了，火山内部有极强的能量波动，像是那头传说中的魔物苏醒了。全员听令！哼，这该死的硫磺味儿！你把那个胸大无脑的骑士妞甩了，就为了带我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些事观众越少越好。少来这套！你刚才那个传送阵的坐标明明显示经过精确计算的，你早就这里有什么？这里是维苏威火山，几百年前喷发过一次的死火山，但在我的眼里，这里是一座巨大的金库。金库？我看是火葬场还差不多。这里的火元素浓度高的离谱，连我都觉得烫脚。烫脚就对了，如果不烫，我这趟就算白来了。这家伙的眼神简直就像看着一盘刚出炉的烤鸡，他到底想干什么？这味道不对劲，这不仅仅是火山，下面有东西。这种令人作呕的压迫感是灾厄，这里封印着一只元素灾厄。反应很快嘛？没错，下面睡着的是火之灾厄古勒顿。你疯了？那可是世界级的怪物！既然知道他在下面，还不快跑？跑？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向他收点利息。另外，作为我的移动蓝药，这种大场面你怎么能缺席？等等，你站在边缘干什么？你该不会是想……抓稳了！救命啊！你这个疯子！啊！我们死了吗？这是地狱吗？为什么这么黑？这声音是谁在打呼噜？怎么听起来像雷暴一样？既然来了，就得跟主人打个招呼。古勒顿，他比传说中还要大10倍。小子，你想单刷这玩意儿？50级的世界 BOSS， 血条长到令人绝望，但在游戏机制里，体型越大，判定点就越多。别这么悲观为佳，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最豪华的自助餐。完了，他醒了，他要醒了！别废话，把你的魔力借给我。链接开始。别废话，把你的本源借给我。链接开始。就是这种感觉，浩瀚如海，取之不尽。他要吐息了，那是熔岩吐息，擦到就死啊！在我的 BGM 里，神也得给我跪着听完前奏。虽然是单刷，但该走的流程还得走。先给你上个全套服务。这是什么鬼？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在用魔力砸人。他到底有多少蓝量？别急，这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是场地布置。小心，那是物理攻击，魔法盾挡不住的。在绝对的数值面前，没有挡不住的攻击。50级世界 BOSS， 血量1亿，只要你敢亮血条，就算是神，我也杀给你看。见鬼，这也太热了！骑士长，这里的温度起码比刚才升高了10度。坚持住，必须找到维圣克。他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太危险了。这是火元素结晶，通常只有在高阶魔物死亡后才会掉落，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不仅是结晶，这是被暴力震出来的。维圣克说他来找材料，但这种级别的元素混动绝不是普通采集能引起的。这是什么声音？龙吗？还是恶魔？这声音充满了古老和暴虐的气息。那种蓝色的光芒，难道是奥数魔法？全体听令，把战马留在原地，所有人徒步急行军。可是骑士长，上面太危险了，那种级别的怪物。正因为危险，所以才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那儿。走。
维胜克，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惹上了什么东西？千万别死啊！那根本不是天灾，那是有人在屠神。力道不错，可惜准头差了点判定。他进2阶段了，全凭 AOE，没死角的。全凭攻击，那正好，省得我走位。在这个副本里，属性克制就是天调。3阶召唤白灵恶语。你疯了！在这个封闭空间召白灵，他不分敌我的。我有无限回弹，他有吗？这就是数5值碾压的快乐。别急着倒下，我的技能熟练度还没刷满呢。骑士长，前面的路断了，这火势太不正常了。这种级别的魔力震荡，维胜克就在上面。我们要撑不住了，杜顿符文全部碎裂，再不撤就全得死在这儿。他在上面拼命，但我不能拿整个骑士团和镇民的命去赌。放弃搜索，立刻掉头下山。可是骑士长，维胜克先生他……执行命令！这种规模的异动，火山马上就要全面喷发了，全速赶回桑切尔镇，疏散所有平民，一定要赶在岩浆下来之前。维胜克，如果你真是那个所谓的恶人，就别死得那么轻易。怎么做到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杂质沉淀，这纯度是100%，这就回满了1成精神力。这种神技竟然只卖1000级哦！维胜克导师简直是神，这根本不是药剂，这是液态的规则。大小姐，公爵大人回来了，但他马上又要出门。父亲回来了，我要让他看看这个。父亲，你看这个，这是导师研发的新药剂，它能……艾丽卡，把这些小玩意儿收起来，现在不是讨论学术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您不是刚从皇宫回来吗？皇室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天灾预警。天灾在哪里？维索利火山。导师，维胜克导师就在那里，我也要去。胡闹！那是即将喷发的活火山，不是你的游乐场。我是2阶法师，我有能力自保，而且我有必须去的理由。这次不一样，艾丽卡，这次征召的不仅仅是军队，还有法师。王都全境法师集结，帝国境内所有3阶以上的大魔法师，今晚必须全部抵达维苏米，因为那里苏醒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一座火山。公爵大人，您终于到了。这火山的魔力波动太不正常了。叙旧免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购物叹息之墙，隔绝热浪。公爵大人，我是格温德林，山上情况危急，火元素浓度已超标100倍。德林家的丫头，你也撤下来了，看来情况比预想的更糟。上面还有人吗？有没有发现引发异动源头？我们撤离前，有一位随从法师独自留在了山顶区域。这种时候还有人敢独自逞英雄？是维胜克克莱文纳。什么？那个疯子！我就知道，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那个败类。肯定是他做了什么邪恶实验，触怒了火山。这混蛋想害死我们，要赔偿金吗？他就是帝国的毒瘤，绝不能轻饶了他。不是的，他肯定是在想办法解决。艾丽卡小姐，你被那个骗子洗脑了。这种祸害，死在上面才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真的是他在作恶吗？可为什么我感觉到他在拼命？够了！大敌当前，谁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不讲情面。所有人归位，启动法阵，先把这该死的岩浆堵住再说。那是神法，神法！拦住他，别让他冲撞了法师大人。哪来的疯婆子？插出去，别耽误施法。你们不懂，有人在上面杀神，火山神在流血，他要拉着所有人陪葬。好痛！艾丽卡，你怎么了？魔力反噬？不是我，是山，山在哭。那里不仅仅是岩浆，维胜克导师，他在跟那个神厮杀。你说什么？厮杀？他要醒了，真正的魔鬼要醒了。维胜克，你的蓝条还在掉，但身
身体撑不住了，这是真实伤害，痛感是100%的。痛觉，那只是系统给我的手机反馈罢了。还要打？他还有30%的血，你的风衣防御属性都归0了，撤吧！撤！你见过哪个金牌代练会在爆材剩残血的时候退本？这是我的副本，我的怪，不管是神还是魔，只要亮了血条，就得给我爆金币。你这是在玩命！玩命不？我是在维护通天带的尊严。给我把他的嘴掰开，我要往他胃里灌水！完了，他进狂暴阶段了，血量修正，他要自爆！刚才那是全屏秒杀技，你怎么预判的？起手动作太明显了，抬头45度，蓄力2.5秒，典型的过场硬直。刚才那波爆发耗尽了他的耐力条，现在是风筝时间。多重施法，极寒冰枪连锁。这走位，差1毫秒你就变成肉泥了。在我的计算里，这1毫秒就是天窍。进入虚弱斩杀线了。你的能量早就透支了，全靠特殊恢复效果支撑着精神，这样下去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只要还能继续战斗，就绝不会停下。来吧，第2阶段，我们继续前进。第4轮 TAPE 跟上，快！这里的魔力节点要断了。坚持住，绝不能让岩浆越过这道防线。见鬼了！公爵小姐已经在上面站了5个小时了，她都不用回蓝吗？她的魔力池是连着大海吗？维生圣科导师的深蓝世纪太神了，只要有这个，我还能再坚持10个小时。艾丽卡，你怎么还在输送？不要命了吗？父亲，我感觉还挺精神的。这怎么强度的输出，就算是3阶法师也该枯竭了。难道我女儿是100年不遇的魔法怪胎？公爵大人，恋爱的天赋简直恐怖如斯，这绝对是下一任法神的苗子。不，真正的神是导师，这些只是他随手给的一点小礼物罢了。法阵过载，所有人全力输出，快！好痛，导师快撑不住了。在艾丽卡的感知中，那个正在与火山搏斗的灵魂之火正在逐渐微弱，仿佛随时会熄灭。不行，不能在这里傻站着了，我要去救他。正面上不去，只有那个古板的女人能带我突破封锁线。艾丽卡，快下去休息，别逞强。父亲，我稍微休息一下。等着我，维圣克导师，这次换我来当你的外挂。跟我来这边。老实交代，你怎么做到的？5小时高强度输出，你的精神力早就该枯竭了。父亲，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外挂。这是什么？炼金废料，看着像刷锅水。这是维圣克导师独家研制的深蓝级，喝下去瞬间回满蓝条，还没副作用。瞬间回满，那是神话里的圣灵药。这种地摊货，您现在的精神力也见底了吧？不信您试试。维圣克那小子能做出这种东西，这不可能！精神海竟然溢出了！我就说是好东西吧，一瓶只要1000欧，简直是白送。多少？1000贵了吗？1000，这种战略级物资卖1000，维圣克是疯子还是慈善家？听着，这东西不仅能救命，还能改变帝国的战争格局。你手里还有多少？刚才用的差不多了，为了救刀师，我还留了1瓶备用，剩下的都在这儿了。藏好，绝不能让皇室和其他家族知道这东西的存在，尤其是价格。知道了，那我可以去休息了吗？去吧去吧，这里有我顶着，哪怕岩浆淹到脖子，我也能再撑3天。搞定，老爸。接下来是那个死脑筋的骑士长。格温姐姐，公爵小姐，怎么不在休息区，来这里做什么？这里是警戒区域。那个，我不太方便在人多的地方，我想去那边处理点私事，不方便。哎呀，就是女孩子每个月那几天。哦，是那个，抱歉，我疏忽了。休息区全是臭烘烘的男人，我实在不想在那边。姐姐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就这里吧。那个格温姐姐，能不能再远一点？你在附近，我会不太自在。真麻烦。如果你敢乱跑，我会立刻把你带回来。以你的速度，根本躲不开我的感知。速度确实比不上你，但我有别的办法。听好了，艾丽卡，逃跑不可耻，跑不掉才可耻。这是相位折怨阵，不需要吟唱，只要你有足够的魔力瞬间灌注。记住，最好的前行不是慢慢走，而是直接从地图上消失。魔力反应，
格纹姐姐，帮我转告父亲，我会把那个混蛋带回来的。传送阵，这怎么可能？瞬间发动的传送阵，那个废柴20堂教他的。该死，他的目标是山顶维胜克。如果你敢死在他面前，我绝对要把你的尸体挖出来鞭尸。这温度简直是在烤箱里跑步，怪不得父亲要把防线设在山腰，这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火焰秀，这种低级魔物怎么会有这种体型？块头大有什么用？没死，这里的环境在给他们提供无限回血，无限回血，那就打到你回不上来为止。去！啊，这不是地震，这是山体内部要炸开了。疯子，他进红血狂暴阶段了，这岩浆量是要把我们淹死啊！闭嘴 ，BOSS 只有在临死前才把压箱底的技能交出来。是必杀技岩断的怨恨，这是全屏秒杀技，没地方躲了。躲？我看过攻略，这招的前摇更好够我读完那个禁咒。战争魔法序列7，天井方舟的陨落。这就是你一个人就能用的军团级魔法，你不讲武德啊！这种级别的对撞，那个混蛋导师还活着吗？那是维胜克，还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被看到了，这就麻烦了。给我碎！本大爷的羽毛都要秃了！这是禁咒，这绝对是禁咒！老师，维胜克，你在哪儿？就算是冰块也会化掉，我得带你离开这儿。这种时候，为什么还有这种东西？维胜克，不，别碰他！我说过，发誓永远以自身安危为第一优先级。笨蛋，都这时候了还上课！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啊！谁？是你在说话？那只导师养的乌鸦？纠正一下，并非养，而是合作。不过对于你这种凡人来说，理解为神将或许更容易一些。小姑娘，我看得到你内心的恐惧，他在流失生命，而你无能。你做了什么？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他的魔力回路已经烧烂了。你真的能救他？当然。但我不是慈善家，这是一场交易，公平的交易。向我献上你的忠诚，成为我的信徒，作为交换，我将赐予你带他离开这地狱的力量。只要能救他，不管是恶魔还是邪神，我都签。嘿，维胜克，你这学生比你好骗多了。很好，契约成立。这就是邪神的力量。凡人，直视我的双眼，在这见证契约的雨夜，献上你的灵魂，作为交换，我将赐予你在这个残酷世界活下去的资格。结束了，我的灵魂已经被收走了吗？这愚蠢！你以为契约是什么？五彩斑斓的极光秀，还是让你瞬间变成肌肉猛男？你已经获得了向我祈祷的资格，而他也保住了命，这就是交易，同老无期。可是导师他还在发烫，你不是说能救他吗？骗子！你这个骗子，他根本没有好转。闭嘴，吵死了！凡人的眼界也就只有针尖那么大。救他根本不需要救，这家伙现在的状态只是吃撑了而已。撑了？你以为刚才那场毁天灭地的爆炸把古勒顿炸哪儿去了？
难道说……没错，在进这爆发的最后一秒，这个风不是想着逃跑，而是强行剥离了那个熔岩怪物的魔力本源，硬生生塞进了自己身体。看清楚了，那不是伤，那是他在消化，他在用凡人的躯体吞噬一个灾厄的精华。现在他的身体就是一个高压锅，要是这个时候乱动，砰，大家都得完蛋。吞噬灾厄到底是什么人？人类，他早就是种无聊东西了。顺便告诉你，你能听到火山的悲鸣，不是因为你疯了，而是因为你拥有成为容器的潜质。维胜克，你在上面吗？真是麻烦，那个死脑筋的女骑士来了。是格温骑士长，我们要不要向他求出蠢货，浑身流淌着灾厄的魔力，像个刚出炉的怪物。你觉得那个满脑子正义与律法的女人会怎么做？他会杀了导师？杀不杀不好说，但绝对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维胜克现在的状态不能见光。既然收了你的忠诚，我就附赠一次售后服务。小姑娘，管好你的嘴，今天发生的一切烂在肚子里。告诉那个女骑士，不想死就别追。导师，你要带他去哪儿？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消化晚餐。至于你，自己爬回去吧，这是对你的考验。维胜克，哪里跑？艾丽卡，你怎么在这儿？维胜克呢？感谢法师大人，感谢王都的英雄，我真的停了。骑士，随军密室死哪儿去了？把所有会治疗术的人都给我叫过来！让开！不想死的都滚开！公爵大人，这是被高阶火元素直接侵蚀的伤，普通的治疗术恐怕……闭嘴！治不好他，你们这群废物就跟着火山一起陪葬！别怕，艾丽卡，爸爸在这儿。怎么会？为什么无法愈合？这是什么级别的火焰残留？我是个废物，我连自己的女儿都救不了。拿着防身，别到时候缺胳膊少腿的回来，哪怕只剩一口气，喝了它也能把你拉回来。公爵大人，试试这个。这是什么？这种血红色的光泽，像是黑焰里的禁药。这是维胜克给我的恢复药剂，他说能救命。维胜克，那个克莱文娜家的败家子儿。如果艾丽卡出了事，我会亲手宰了他，再让你陪葬。这不是炼金术，这是神迹。那种纨绔子弟随手送出的东西，竟然是这种级别的宝物。维胜克，你到底藏得有多深？看来他没有骗我。艾丽卡已经脱离危险了。格温骑士长，这次多亏了你，还有那瓶药。这是属下分内之事。关于那瓶药剂的来源以及维胜克的事，回到王都后，不需要向任何人提起细节。公爵大人的意思是，能随手拿出这种能让死人复生的东西，那个败家子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可怕。既然他喜欢装傻，那我们就配合他，毕竟我们也欠了一条命。这是他的马，他一个人骑马来到这里，冲上火山，阻止了灾厄，救下了所有人，然后被那个怪物带走。你一直都在演戏吗，维胜克？为了不让我们发现，你甚至不惜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恶怪。既然你想藏，那我就帮你藏到底。但在那之前，你最好活着回来，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那匹白马在那儿拴了好几天了，主人早死在火山里了。不行，那位骑士大人付了定金的，必须好好看管。骑士？我看是哪个跑路的吧？我现在就要把马牵走，要么给马，要么我把你这把老骨头拆了喂狗。这是规矩。去你的规矩！什么鬼东西？烫死我了！那是我的马，你有意见？救命！还不滚！怪物，是法师怪物，快跑啊！大人，谢谢您出手，可是那匹马……我来取马。虽然您救了我，但这马是之前一位骑士寄存的，需要核对身份。维胜克·克莱肯纳。对上了，原来您就是那位骑士大人说的主人。这是那位骑士留下的，
说是御赋的马匹饲养费一共5000基罗，扣除这几天的草料钱，剩下的都在这里。5000几欧，那个蠢女人，这笔钱足够把这间破驿站买下来了。哼，她倒是大方。行了，带路吧。看来这几天你过得不错，没白花那5000几欧。喂，我说人类，你脑子是不是被岩浆烫坏了？有话直说。你现在可是吞噬了古勒顿火之本源的人，看看你的属性面斑。叽叽喳喳！29岁的4阶圣法师，这在你们人类历史上都是变态级别的存在。只要你想，华宗送阵也就是眨眼的事儿。为什么要骑马颠簸回王都？回家，你还是不懂游戏的仪式感。太快回去，怎么给王都那帮等着看我笑话的人一点惊喜？我看你是想装窜吧？这匹马是格文留下的，既然是借来的，总得亲自骑回去还给他。更何况现在的王都恐怕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得给他们一点时间把舞台搭好。4阶圣法师，这只不过是个开始。利维公爵，希望你准备的谢礼能让我满意。真是见鬼！这破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构造？连本大爷的神识都透不进去。给你，人类的造物就是麻烦，看着像神器，拿着像破烂。世界级道具，前世游戏中只有达成救世或灭世成就的顶阶玩家才能获得的唯一性奖励——因果律武器，能够强制扭转一次必然发生的果，将其放逐回因的状态。这不仅仅是道具，还写剧本。喂，我看你那副奸商表情认得你这东西，快告诉本大爷这是什么？一个纪念品。纪念品？那是连古勒顿那种灾祸都爆不出来的东西，你当我傻？单杀世界 BOSS 的隐藏奖励，系统给的一点小补偿罢了。补偿？我怎么觉得这是你要搞大事的前奏？回家。在这个世界，手里没点底牌，怎么和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上赌桌？更何况，现在的赌桌上，恐怕已经有人输红了眼。小姐，查到了，那笔买凶的资金流向经过7次转手，源头是李维公爵府的管家。管家？那个老东西还没胆子动克莱文娜家的人，果然是李维那只老狐狸。既然确认是李维公爵，我们要不要？没那个必要了。现在的李维公爵就像一条在案板上垂死挣扎的鱼。垂死挣扎？他是帝国4大公爵之一，权势滔天。那是以前。你知道维苏里火山为什么没有爆发吗？那些从火山回来的法师们正在联名弹劾他，理由是他在关键时刻停止了压制火山的魔法大阵。停止大阵？那不是会让所有人陪葬吗？为了救他那个宝贝女儿，听说那个叫艾丽卡的蠢货就在山上，如果不撤掉大阵，他会被魔力乱流撕碎。这群废物法师忙着搞政治斗争，都没人来光顾我的药剂店了。本来还想趁着维圣克回来前大赚一笔的。小姐，那个传闻……闭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有人都在传他死在火山里了，尸骨无存，已经1周了，没有任何消息。那是维圣克，他是克莱文娜家的祸害。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除非有人把他的尸体抬到我面前，否则我绝不相信他会死。这股魔力怎么可能？李莹，你怎么了？门外有什么东西在门外？这种压迫感比我见过的任何高阶魔兽都要可怕。我就知道。家里这么安静，是在给我开追悼会吗？你还知道回来？整整1周，连个报平安的消息都没有，我都准备……这屋里有股味道。什么？这味道不属于你，莉亚，你屋里藏人了。维圣克，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料？我担惊受怕守着家业，你一回来就给我泼脏水。别激动，合理的排查风险而已。毕竟这香味太甜腻了。那是领地刚走的下属留下的香水味，是个女的。哦，那就好，下次让他换个牌子，品味太差。你真是个混蛋！既然没死，就听听你的生意吧。托你的福，药剂店快倒闭了。不可能，饥饿营销配合那种药效，王都的法师应该抢破头才对。本来也是这么计划的。开业第1天，的确有个识货的大客户艾丽卡·杜克罗伊，那位公爵千金。看来他为了变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哟，记得这么清楚，怎么想起你的旧情人了？接着说，既然他买了，口碑应该发酵才对。坏就坏在他买了药之后，第2天维苏维火山就出事了，火山爆发未遂，虽然没死人，但所有前往的高阶马师都铩羽而归。现在整个王都乱成一锅粥。因为李维公爵，
没错，那帮马师回来后就像疯狗一样咬着他不放，你知道吗？当时火山即将喷发，压制法阵的关键节点就在李以为手里，但他为了救那个还在山顶的女儿，擅自停止了大战，用全城人的命去赌女儿的一线生机，这笔买卖做得够绝。是啊，虽然最后大家都活下来了，但那种被领袖抛弃的愤怒可是很难平息的。现在法师们都在忙着联名弹劾公爵，要么就在观望站队，谁还有心思来这种奢侈品药剂？政治恐慌确实是商业的大忌，不过这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生意的事可以先放放，这个才是今晚的重头戏。皇帝的指令，看来我们的陛下坐不住了。就在今下午送到的，如果你再晚回来几个小时，这封信就会变成全城通缉令。让我猜猜，关于火山事件的最终裁决。不仅如此，明早将在审判大殿召开御前会议，公爵、法师团代表还有你必须全部到场。我也要去，有意思。看来有人不想让我置身事外。你还不明白吗？火山爆发前，你是唯一一个不知所踪的随行法师。现在外面都在传，是你为了报复当年的退婚，暗中破坏了法阵，才导致火山失控。他们想让你当替罪羊。替罪羊？那也要看他们的牙口够不够硬，能不能嚼得痛这块骨头。维圣克，这不是开玩笑。李维公爵已经逝世了，明天就是墙倒众人推。如果你去，不仅要面对愤怒的团派，还要面对皇室的秩序，那是必死局。皇帝为了平息众怒，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要么是公爵，要么就是你这个失踪的嫌疑人。必死局，莉亚，你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不点头，阎王也不敢收我的命。既然你们搭好了戏台，那我就陪你们唱这一出。只是这剧本的结局，得由我来写。你真的有把握？把握？不，我是去给这潭死水加点猛料。早点休息，明天是一场硬仗。硬仗？嘎嘎。对那个快要完蛋的公爵来说，确是死局。死局也是棋局。韦家，如果你是李维，你会怎么？为了一个2阶的小丫头头停守护大阵，拉全城人陪葬，愚蠢至极。的确愚蠢。战争级魔法阵一旦压下，身处火山口的艾丽卡必死无疑。但他赌赢了，他赌我不会让火山爆发，赌艾丽卡能在混乱中活下来。不，他没赌你，他赌的是那个小丫头的命够硬，即便火山真的爆发，全城死绝，那个叫艾丽卡的小姑娘也大概率死不了。什么意思？2阶法师在天灾面前连灰都不剩，因为他能听懂。听懂什么？听懂灾厄的底语。在火山口，我看见他在和那些狂暴的元素对话。对话？他是人类，怎么可能和灾业沟通？人类？嘎嘎嘎！维圣克，你见过那个小姑娘的母亲吗？背景故事里完全空白的存在，难道李维那老东西当年睡了什么不得了的怪物？连你这个全知者都不知道？看来这世界的浑水比你想象的深。不管它是什么，至少现在它是艾丽卡。既然知道了底牌，那这笔买卖的价码就得重新算算了。你想怎么算？明天只要你一露面，那帮法师就会把你撕碎。现在李维公爵就是一直跌停的废骨，所有人都在抛售，甚至想踩上一脚。墙倒众人推，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但在商人的逻辑里，这叫抄底的最佳时机。李维为了救女儿，不惜背负万世骂声。这种人虽然愚蠢，但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你想利用他的父爱，真卑鄙。这叫等价交换，他缺一条活路，而我缺一个听话的盟友。皇帝需要一个台阶，法师团需要一个泄愤口，公爵需要一根救命稻草。而你打算当那根稻草？不，稻草太轻了，我要做那块炭，雪中送炭，才能让他把命卖给我。嘎，我就喜欢看你这种坏心眼的样子。那你打算怎么翻盘？很简单，明天他们既然想审判罪人，那我就给他们演一出神迹。回家准备好你的魔力，明天的大殿上，我要让所有人闭嘴。只要管饱，随你折腾。天亮之后，王都的格局改变了。就是他为了那个女儿，差点害死全城的人。疯子，这种人也配统领帝国马师团？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参见二皇子殿下。都起来吧，父皇还在更衣，诸位稍后。李维公爵，这里风大，人言更是可混啊。身正不怕影邪，殿下有何指教？大殿上的审判还没开始，不如趁这个空档去偏殿喝杯茶。有些话当着这些庸人的面不好说。既然殿下盛情相邀，臣不敢不从。好茶，公爵大人，您尝尝，这是南方新贡的雨前红。殿下，我的时间不多，陛下还在大殿等着宣判我的罪名。罪名？那不过是父皇为了平息众怒的手段。您是帝国的支柱，谁也不想看着您倒下。支柱？现在外面的人可是恨不得把这根柱子拆了烧火。
所以您需要一个足够强硬的靠山，一个能让父皇改变主意、让那些法师闭嘴的理由。殿下指的是您自己？除了我，如今还有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拉您一把？我听说令爱艾莉缇亚小姐再过1年就成年了，若是她能成为皇子妃，那就是皇室宗亲，到时候咱们就是一家人。父皇绝不会对亲家下手，您的爵位、名誉，甚至未来都能保全。这就叫政治乱姻，公爵大人，这笔买卖很划算。您也不想艾丽卡跟着您一起身败名裂吧？殿下，这里是皇宫，注意您的言辞。李维，我是为了救你，你那个女儿已经是全城的罪人，嫁给我侧妃是她唯一的活路。殿下，您今年29了吧？什么？快30岁的人了，除了依照您父亲的血脉，您自己做成过哪怕一件事？放肆！你敢羞辱皇室成员！我拥有最高贵的血统，我比任何人都优秀。优秀？殿下，您所谓的优秀，只是投了个好胎。在我眼里，您的高傲不及那个已死之人的1/1000。谁？你说那个克莱格纳家的疯子，他已经死了，死在火山里了。死人创造了奇迹，而活人却在这里算计孤儿寡女。殿下，您真可悲。李维，你会后悔的。大殿之上，没人救得了你。不需要别人救，因为我已经选好了真正值得下注的筹码。维生克，你真的死了吗？罪臣李维前来领罪。李维，有人弹劾你为了一己私欲，擅自停止守护大阵，置王都100万生灵于不顾，你认罪吗？我停止大阵是实，但我并非置生灵于不顾。狡辩！如果不是火山未喷发，我们早就死了。李维，事实摆在眼前，为了给帝国一个交代，魏生克，如果你真的活着，现在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赌对了，维胜克，你果然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他还活着，那个混蛋真的从地狱爬回来了。怎么可能？连岩浆都烧不死他吗？抱歉，陛下，路上的苍蝇有点多，清理了一下，稍微来晚了。维胜克，朕还以为你已经化作为宿于火山的一缕白烟了。地狱不收我，说我太吵，就把我踢回来了。大胆！维胜克，你身为戴罪之臣，竟敢陛下面前如此放肆！戴罪？谁定的罪？你们吗？你引发火山异动，私自破坏大阵，现在还畏罪潜逃，你就是帝国的毒瘤！卫兵，把他拿下！你们愣着干什么？他只是一个魔力枯竭的废物子爵，刚才那是障眼法。火好烫！既然你这么喜欢定罪，那就先体验一下地狱的温度吧。这种魔力控制度，就算是宫廷首席法师也做不到。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陛下，这种聒噪的人容易影响您的心情。现在清静了，我们可以谈正事了。维胜克，他们说你为了私趁，试图引爆火山，拉全城陪葬。对此，你有什么解释？解释？哼，不需要解释。火山的异动确实是我干的，那个所谓的守护大阵也是我让李维公爵停的。疯子，他承认了！陛下，您听到了吗？他亲口承认了，这是叛国罪，死刑，必须死刑！维胜克，天堂有路你不走，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承认？明明只要否认。维胜克，你知道承认这一点的后果吗？依据帝国律法，破坏护城大阵，危及王都安全，当斩！当斩！陛下，您确定要斩一个刚刚拯救了世界的英雄吗？格文德林骑士长，作为帝国律法的守护者，也是当时在场的见证人，请你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如果不停止那个愚蠢的大阵，如果不引发那场人为的异动，那座火山会发生什么？格文骑士长，实话实说，告诉父皇，这个疯子是如何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的。启禀陛下，根据现场勘测与魔力残留分析，虽然维胜克自觉手段过激，但如果不停止大阵，火山积压的能量确实会彻底摧毁王都。从结果判定，是他阻止了灾难。在这个游戏里，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解释权。陛下，现在的选择权在您手里，是处死一个拯救帝国的功臣，让天下人寒心，还是给我们颁发一枚
大大的勋章吗？格文骑士长，虽然正义之心能辨真伪，但若是连当事人自己都被蒙蔽了呢？殿下，我所言句句属实，维圣克的确失踪了，但一个人独自封印上古魔兽，还是个3阶法师。各位，常识告诉我，哪怕是宫廷首席法师，面对古勒顿这种天灾级魔兽，也只能逃命。没错，那可是神话里的怪物，怎么可能被单杀？除非他是传说中的圣法师，否则这就是个拙劣的谎言。维圣克，不管你用了什么戏法骗过格文，但在绝对的逻辑面前，你的故事太假了。逻辑，殿下，你所谓的逻辑，只是弱者为了理解世界而编造的拐杖，逞口舌之快救不了你，证明你的实力，或者去死。既然你这么想看，那就睁大眼睛，别眨眼。这是什么鬼东西？纹路太复杂了，我的眼睛！你说我实力不够？他护驾，快护驾！瞬发，复数法阵叠加，这种魔力密度，14阶圣法师啊！4阶，帝国竟然诞生了一位如此年轻的圣法师，这是何等的力量！原来这就是真相，他独自背负了一切，甚至不屑于解释，直到被逼无奈才展露獠牙。殿下，如果你觉得这也是戏法，我不介意让你亲自去那个魔兽的肚子里验证一下。我信了！快停下，你会烧毁皇宫的！抱歉，陛下，我也没想到二皇子殿下这么毅然。维圣克，既然你有如此实力，那斩杀魔兽之事，朕自然不在意。谁还有异议？公爵大人，这几天委屈您了。维圣克，你……陛下，其实并非我要独揽功劳，当时情况危急，正是李维公爵当机立断，选择相信我的判断，才下令停止了大阵。若没有公爵大人的配合，哪怕我是圣法师，也无法在阵法运转的同时解决魔兽。这是一次完美的君臣合作。格文骑士长，当时公爵大人是否表现得极为决绝，甚至不惜背负骂名也要配合我？是，公爵大人当时确实没有任何犹豫。只要能为陛下分忧，为帝国消除隐患，老臣死而无憾。在这个看数值的世界里，只要我的魔力条没有上限，哪怕是指鹿为马，也是真理。维圣克·克莱文纳救驾有功，护国有力，即日起晋升为帝国侯爵，并赐予皇家魔法顾问之职。谢陛下隆恩。不过除了爵位，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讲，只要朕能做到。那座火山及其周边的矿泉，我想替陛下分忧，代为管理。你要那片不毛之地？那是我的战场，我想在那里建一座塔，一座能配得上圣法师身份的法师塔。他为了正义不惜背负骂名，为了盟友不惜抗衡皇权。维圣克，你到底是个恶棍还是个圣人？维圣克，有些话刚才在里面不方便说。公爵大人还有何指教？如果是感谢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交易仅限于政治立场，但我警告你，离艾莉亚远一点。警告？公爵大人似乎还没搞清楚境况。现在的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我是他的父亲，如果你敢把那些肮脏的手段用在他身上……肮脏？公爵大人，爱女心切是好事，但过度的保护欲会让她变得软弱，而软弱在这个世界是原罪。到底想干什么？与其担心我，不如担心你自己。若是哪天公爵府倒了，你猜猜谁能庇护那个除了魔法天赋一无是处的小姑娘？放心，作为导师，我会替你好好教导她的。毕竟，她是连接我们友谊的纽带。维圣克，等一下！连正直的格文都被他蒙蔽了，这个男人简直是操纵人心的怪物。拿着，这是你要的东西。熔岩结晶，这种纯度，看来你深入到了火山口的内环。顺手捡的。你之前不是说想用这种材料做那个什么魔导具吗？确实是稀有的素材。既然是未婚妻的一番心意，
我就不客气了。别急着谢我，我有话问你。洗耳恭听。刚才在大殿上，虽然我帮你作证了，但我很清楚，你不是那种会为了所谓大义去冒险的人。哦，我在骑士腿长心中就是如此不堪。回答我，维圣克，你孤身一人深入火山，甚至不惜提前挑战那头魔兽，真正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为了单耍世界 BOSS 拿手杀奖励，顺便刷一下公爵府的好感度。当然，这种大实话是不能说的。如果我不去，按照原剧情，你会死在那里，或者获得某种我不希望你现在获得的机缘。所以我去，是为了控场。理由，或许是因为你吧。因为我没有说谎，正义之心没有反应，他是认真的。确实是因为你。如果你挂了，我的后续剧情线会崩盘；如果你变强了，会脱离我的掌控。这逻辑没毛病。你疯了吗？那里可是火山口。正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在你到达之前解决掉最大的隐患。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难道以前都是我看错他了？很好，正义之心被逻辑漏洞绕过去了。有了这批晶石，再加上格文现在的愧疚感，接下来的那几步棋会好走很多。那下次别这么乱来了。听你的。那个伤口还疼吗？死不了，比起那东西造成的破坏，这点伤不算什么。那只魔兽真的有那么恐怖吗？连你都……有些恐惧语言无法描述。既然你想知道，那亲眼看看吧。这就是如果你当时在场将会面对的结局，灰飞烟灭，连渣都不剩。你就为了阻止他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哪怕你是为了所谓的……为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这就是结果。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只顾自己利益的小人。我也没说我不是，只是偶尔我也得做点亏本买卖，尤其是为了某些人。很好，恐惧植入完成，愧疚感达标。这下不管之后我做什么，他都会自动脑补出合理的苦衷。到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的精神消耗对你来说太大了。那个维圣克，今天真的……不必多言。对了，还有一件事，感谢你在陛下面前替我圆了谎。这份共犯的情谊，我会记在心里的。共犯？天哪，我没看错吧？小姐竟然坐着维圣克大人的马车回来的，而且刚才维圣克大人那个眼神，他们不是死对头吗？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难道传闻是真的？其实他们私底下已经……哎呀，在聊什么这么开心？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不如和我也分享一下。大小姐，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就在刚才哦。怎么，看到我不开心吗？姐姐，好久不见啦，小格文。刚才那个送你回来的男人很有趣的气息呢。告诉姐姐，那是谁？竟然能让我们家的小骑士露出这种怀春少女般的表情。姐，真的是你？下去吧，记得以后不要在背后议论主人，舌头是很脆弱的零件哦。怎么，几年不见，连姐姐都不认识了？还是说魂儿被刚才那个男人勾走了？没有，什么勾走？那是维圣克，我只是欠了他一个人情。人情？我看未必吧。以前提到这个名字，你可是恨不得拔剑的。现在这副表情，像极了怀春的少女。姐姐，你别乱说，我们根本不是那种关系。好，不是那种关系。不过能让你坐着他的马车回来，看来那个传闻中的厄困也没那么简单呢。他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姐姐，身体倒是没受伤，但这股气息太软弱了。既然心里乱糟糟的，那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发泄一下吧。跟上来，让我看看这几年你有没有长进。去哪儿？演练场。除非你想穿着这身裙子在这里被我揍哭。姐，你不需要换装备吗？对付现在的你，这根木头都嫌多余。来吧，全力攻过来。
太直了，这种攻击在战场上连敌人的衣角都摸不到。怎么可能？你明明已经放弃骑士之道了，天真。这就是皇家骑士团的首席，这就是你想用来贯彻正义的力量，太弱了。格文，你的剑里全是迷茫，你在犹豫什么？还是说那个男人让你连剑都握不稳了？不，我没有，我只是……这几年你的实力几乎在原地踏标，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父亲是不会允许你继续留在外面的。我会努力的，我不想回家被当成联姻的工具。努力？单纯的努力如果有用，这世上还要天才做什么？而且父亲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你好自为之吧。其实想要不被父亲召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很简单，选个好日子，赶紧和维胜克把婚结了吧。结婚？和维胜克？对啊，只要你成了克莱文娜家的人，父亲就算再强势，也没理由把你抓回来。可是那是维胜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我看他对你也不错，连那种珍贵的魔法马车都给你用了。还是说你真的讨厌他到了宁愿回家族接受父亲摆布的地步？果然，那颗种子已经种下了。既然如此，姐姐就帮你一把。别急着拒绝，小格文，或许这不仅仅是逃避家族的手段，更是你唯一的出路。真的不喜吗？小时候我们可是经常一起泡澡的。那时候我才5岁。姐，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正经的事来了，那个婚约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父亲。什么意思？王都最近混进来了不少脏东西，那股恶臭味连香水都盖不住。脏东西？你是说魔兽，还是敌国间谍？比那更麻烦，是那种能勾起人心底最深处欲望的鬼东西。下次见到维胜克，替我带句话，告诉他留意阴影里的眼睛。为什么要告诉他？这种事不是应该上报骑士团吗？因为只有疯子才懂得如何对付怪物，而他是这里最大的疯子。又是这个无聊的恶作剧。我不属于这种东西，我不需要。对不起，我没看路。哎呦，这不是维胜克养的那只小老鼠吗？怎么主人不在，路都不会走了？德文教授，请您原谅，我赶着去备课。备课？给谁备课？你以为那个疯子还能回来？你说什么？教授他……看清楚了，火山爆发那是天谴。你的维胜克教授早就成了灰烬。不，这不可能，教授很强，他不会。认清现实吧，垃圾！明天开始，一班的课归我，至于你，滚出我的学院，别让我再看到你这副穷酸样！哈哈哈哈哈哈！骗人的，都是骗人的，教授不会死。救救我，教授，求求你。想要力量吗？力量。我能做到，我必须守住教授的课。看。那个疯女人又来了，维克托都变成灰了，他还在这儿装模作样。哟，这不是那只没人要的丧家犬吗？德文教授，请让开，我要去一班准备上课。上课？你怀里抱的什么垃圾废纸？这是维克托教授留下的教学纲要，是我连夜整理的。别做梦了，那个疯子已经死在火山里，渣都不剩了。没有院长的正式通知，他就是一班的导师。我也是他的助教。冥顽不灵，走去一班。我倒要看看，把你的希望彻底踩碎，你还能不能叫出声？看看吧，我的大教授，你可真够悠闲的。拉加尔院长的信，没错，院长的天然雀亲自送到家门口的。
信上说你已经旷课7天了，再不回去就要剥夺你的教授头衔。这几天，那些躲在暗处的仇家跳出来不少吧？托你死讯的福，简直是群魔乱舞。不过我都清理干净了。这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多亏你打理，辛苦了，莉亚。少来这套，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克莱文纳家族的利益。我知道，做得很好。说正事，格威今天派人传话了。哦，那个小骑士说什么？是他姐姐卡弗拉带的话，让你注意潜伏在王都阴影里的眼睛。原话是什么？他说，王都最近混进了不少脏东西，是那种能勾起人心底最深处欲望的鬼东西，连香水都盖不住那股恶臭。脏东西勾起欲望，这就对了。你到底在打什么哑谜？难道是敌国的间谍，还是变异魔兽？比那恶心100倍，是贪欲恶魔耶姆。恶魔？那种只存在于神话时代的禁忌生物，怎么会出现在王都？他们靠吞噬人类的贪婪与绝望为生，王都现在的混乱正是他们最好的温床。不对劲，原剧情中，凯弗拉此时本该死于恶魔入侵的前夕，现在他不但活着，还察觉到了恶魔的踪迹，时间线被严重干扰了。备车，我要回学院。你现在回去，恶魔的事情不管了吗？恶魔最喜欢寻找精神崩溃的宿主，而现在的学院里，正有一个最完美的猎物。有人欠了我的账，也该连本带利的清算了。德文教授，快上课了，请您让一下，这是维克托教授的课。维克托的课？那个死人还需要上课吗？您胡说，教授他只是有事暂离。全城都知道克莱文纳家在办丧事，只有你这条丧家犬还在做梦。写的都是什么垃圾？这种低贱的平民理论，简直污染了皇家学院的空气。还给我，那是教授留下的教学鼻梁，求您还给我。以后一班的课由我接管，至于你，滚出学院，这里不需要死人的走狗。看那个疯子助教，听说他还在等维克托回来呢，真是条忠犬。那个死人还需要上课吗？都没了，一切都没了。教授，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可怜的孩子，你的神抛弃了你。你是谁？也是来嘲笑我的吗？不，我是来帮你的。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尊严、力量，还是让那些践踏你的人付出代价？代价？我要让他们全部跪在我面前。那就把你的手给我，只要献上你的灵魂，整座学院都将是你的祭品。家主，皇家魔法学院到了。进去吧，有些账该清算了。这就是你的人缘，空气都凝固了。恐惧往往比尊敬更有效率。3阶自然魔法天然雀，看来院长还在监视全城。又是昏迷，这已经是长州第3起了。别看了，快走，那边那个杀魔看过来了。快点，送去魔力检测室！哎呦，维克托教授，你没死，不，你回来了。他们怎么回事？查不出原因，身体机能正常，
但就像灵魂被抽干了一样，怎么都叫不醒。真是令人作呕的味道。你可以走了。快，把他带走！看来新手村的经验包已经渗透进安全区了。是被贪欲腐蚀的臭味儿。小子，这种肮脏的东西会弄脏我的羽毛。既然送上门了，就顺手清理一下。毕竟在我的副本里抢怪，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贺妮，花不见了，书也带走了，看来他最近没来这儿。那个咋咋呼呼的小丫头呢？平时这时候早该端着那堆破纸来讲课了。或许是带回宿舍养了，毕竟我离开了1周。谁？那丫头今天居然没来吵我睡觉。不仅没来，连汇报工作的纸条都没留一张，这不符合那个强迫症助教的习惯。也许是被吓跑了，毕竟跟着你这个反派，压力可是很大的。今天是我的课，去教室看看就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理论？简直是垃圾！这种东西也配出现在皇家学院？听听，好像有一头猪在你的地盘上撒野。德文雷瑟，看来死了一次，有些人就忘了什么是敬畏。维克托那个死人教的东西全是误人死地，只有我的理论才是真理。谁？哪个不懂规矩的？我也想知道，是哪个不懂规矩的东西，在我的课上乱吠。维克托，你不是死了吗？让你失望了。就算你活着又怎样？院长已经把这门课交给我了。你这个只有3阶魔力的废物，没资格站在这里。我的助教呢？什么？贺宁，他在哪里？哦，你说那个脏兮兮的乞丐，那个不知廉耻的平民，他像条丧家犬一样被我赶出去了。那种垃圾也配待在学院？怎么，你心疼你的狗了？很好，你给了我一个即使杀掉你也无需解释的理由。维克托，我是院长亲自任命的教授，你敢动我，就是在挑衅整个学院的权威。权威？放手！我是雷瑟家族的人，你这个疯子！既然这双腿不会走路，这张嘴只会喷粪，留着也是浪费。烧了它！这身肥油点天灯一定很亮。那个不可一世的德文，居然像条死狗一样，太酷了！这就是圣法师的压迫感吗？这节课自习，不想死的闭嘴。维克托教授，你闹出的动静，连塔顶的石像哥都被吵醒了。我只是在清理学院的垃圾，院长，你应该感谢我。私刑同僚，重伤贵族，即便你刚洗清渊渊，这也不是明智之举。明智？如果不让他付出代价，某些人会以为我的仁慈是软弱。告诉我，赫尼在哪儿？看来不让你看到真相，你是不会善罢甘休了。全是陈旧知识的酸腐味儿。老伙计，
让他看看昨天发生的一切。这种垃圾也配叫魔法研究？烧了，给我烧干净！还不快谢谢老师！求求你，那是维克教授留下的，不要！这头肥猪居然毁了那个小丫头最宝贝的东西！小子，我要吃了它！只有这些。他离开学院后，便切断了与学院徽章的魔力感应。维克托，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愤怒？不，院长，你误会了，我没有愤怒，我只是在思考，要把这个世界清洗到什么程度，才能让那些杂碎学会敬畏。维克托，这里是学院，不是你的屠宰场，收起你的魔力。想阻止我，你可以试试，但我不保证这座法师塔还能不能在地图上存在。那是德文教授！天哪，他看起来像条死狗。维克特教授真的疯了吗？瞧瞧这些眼神，小子，他们在畏惧你，也在崇拜你。畏惧是统治的第一步。挡路者死。这画面太美了，我闻到了权力的味道。既然要立威，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些。走吧，去见见这里真正的主人。这种垃圾研究也想申请经费？做梦！那是我的全部，还给我！不可饶恕！这头肥猪毁了一个灵魂的光。这就是你要的真相。我很抱歉，维克托。抱歉？作为院长，你只会在事后说抱歉吗？天然缺监控系统只遵循逻辑，教授处置助教符合学院规则。规则？那种让施暴者逍遥法外的规则？连个瓜都比你看得清，拉希尔，你老了。注意你的言辞。我在法师之都开会，这是我的分身。我不在乎你在哪儿，我只在乎谁来为他的绝望买单。住手！你不能在这里伤害他，这会毁了学院的名声。名声？学院的名声是靠实力打出来的，不是靠包庇无能之辈。烧死他！把他的灵魂抽出来做成标本。放心，让他死太便宜了。我会留着他的命，但如果恶魔找上门，那就不归我管了。恶魔？你感应到了什么？问你的天然雀吧，如果赫尼堕落，整个学院都要陪葬。虚化之神，习武，让痛苦成为养料。谁？赫尼，是我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来散步，这里安静。我想死你们了！父亲关我不让我出门。教授呢？他回来了吗？维克托教授还没回来。啊，我还想问问火山的事呢。那我明天再来。给，这是我家厨师做的，心情不好吃了会变开心哦。不用了，你快走吧，这里风大。拿着嘛，我们是朋友呀。那我走啦，明天见。朋友，再见了，艾丽卡。明天，这里将不再有阳光。我的手，我的腿！
醒了，看来你的抗性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维克托，你疯了吗？我是雷瑟家族的人，我舅舅是索尔八世。住手！求求你，为了一个垃圾助教，你要跟皇室开战吗？开战？你也配代表皇室？我们要结仇吗？维克托，我们可以谈，我给你钱，给你女人。结仇？德文教授，请你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有仇吗？没有，绝对没有。我只是嫉妒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既然没仇，那你为何要毁了赫尼？仅仅因为嫉妒？你说的对，之前我们的确没仇，但现在我们结仇了。这是精神枷锁，它会让你保持绝对的清醒，哪怕痛到灵魂撕裂，你也昏不过去。好好享受这漫漫长夜吧，毕竟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感觉自己还活着。凯弗拉小姐，关于王都最近的脏东西，我会加强警戒的。那就有劳公爵大人了，毕竟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最喜欢往高贵的地方钻。艾丽卡，站住！父亲，您还没睡呀？这位漂亮的姐姐是？这是凯弗拉小姐，这么晚才回来，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这是绝望的味道，还有一丝深渊的臭味。凯弗拉小姐，小妹妹，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天是不是去了学院后山？是的，我遇到了赫尼助教，聊了几句就回来了。我不是进了你的族吗？竟然还敢去见那个疯子的助教！那个助教看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赫尼他看起来很憔悴，还穿着奇怪的黑袍子，而且没什么，他可能只是心情不好。原来如此，看来种子已经发芽了。什么种子？没什么，公爵大人，看好您的女儿，最近别让她出门了。真有意思，维克托那个混蛋竟然养出了这么大一只怪物。那个姐姐刚才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还看什么？给我滚回去禁闭！再敢跑，就把你的腿打断！嘎嘎，小子，你感觉到了吗？这地底下像是埋了1万吨炸药。这是复合型法阵，以绝望为引，以生命为祭。那是贪欲恶魔的手笔。那个叫赫尼的小丫头已经被当成容器了。我知道，恶魔总是喜欢利用人心的漏洞。你知道？那你还不动手？等法阵启动，这里会变成地狱。地狱，维嘉，有时候为了清洗污渍，必须先让水变浑。恶魔想要一场盛宴，那我就给他一场葬礼。你真是个疯子，比恶魔还像恶魔。明天是个好日子，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谁才是这规则的主宰。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极致吧。看来雷瑟家族比我想象的还要能忍。他们是被吓破胆了。这老东西现在的样子，比挂在肉铺里的猪还要惨。恐惧是最好的统治工具，也是最美味的饵料。疯了！维克托真的疯了！雷斯家的人都在看着，竟然没一个敢上来。你没听说吗？院长默许了，谁上去谁就是下一个德文。杀了我！保持清醒，德文教授。你的观众还没到齐，这出戏才刚开场。来了，那些铁皮罐头的味道。皇家骑士团执行公务，请各位配合。维克托，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维克托·克莱文纳，立刻放下德文教授！格文团长，真是稀客。怎么，骑士团也对我的行为艺术感兴趣？看看你做的好事，私设公堂，残害贵族，你这是在公然践踏帝国法律！我以卡兰西亚皇家骑士团团长的名义命令你退后，否则怎样？杀了我，为了这个人渣？就是这样，愤怒、对立，还有这满广场快要溢出来的恐惧。维克托，不要逼我，跟我回去受审，我可以保你不死。太晚了，格文。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麻辣，那丫头的怨恨要把这地方撑爆了。好戏开场。这是什么味道？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全体警戒，这是禁忌魔法。维克托，你在干什么？我在帮这个世界清除阴霾。怎么回事？力量在流失。正义是秩序的产物，在这里，秩序由我定义。魔力在减弱。站住，维圣克！你把德文弄到哪儿去了？与其关心那个人渣，不如关心一下你们自己。这种虚弱感是不是很美妙？像被拔了毛的鸡。连拔剑的力气都没有，这到底是几阶的魔法？听听，这就是恐慌发酵的声音。太纯粹了！这屏障不仅锁住了人，还锁住了所有的负面情绪。复合式精神干扰阵列，健态空间封锁。赫尼这丫头是个真正的天才，这可不像是那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女巫能做出来的。仇恨是最好的催化剂，她把这些年受的所有委屈都编织进了这道法阵里。饵料已经撒下，雷泽家族的那些老狐狸现在应该急得跳脚了吧？那这群被关着的小崽子怎么办？那是赫尼的猎物，我们去收割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德文的灵魂还没榨干呢，游戏才进行到一半，真正的 BOSS 还没登场呢。小姐，消息确认了，学院被封锁了。父亲呢？父亲怎么说？公爵大人一早就出城了，说是去城外拦截什么人，现在联系不上。昨天赫尼明明告诉我维圣克不在学院，少爷他去南方办事了，过几天才回来。在撒谎，赫尼他是知情者。小姐，外面都在传是维圣克大人杀了德文教授，还要闭嘴，那是谣言。维圣克教授绝不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杀戮。这股气息和火山那次不一样，这不仅仅是维圣克的力量，还有别的。备车，我要去学院。小姐，那里现在是禁地，连骑士团都进不去。正门进不去，还有别的地方。只有赫尼知道真相，我必须找到他。教授，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对抗什么而在孤军奋战，这一次我绝不会只在旁边看着。李维，你这是要造反吗？带着你的私兵和魔导士军团封锁王都大门，谁给你的胆子？卡珊娜夫人，许久不见，您的脾气还是这么充满活力。少跟我来这一套，给我让开！我要进宫面见陛下。抱歉，夫人，今日王毒姬戒严，为了您的安全，请您留步。我是陛下的亲妹妹，你敢拦我？信不信我现在就让卫兵把你拿下？夫人，您似乎忘了，自从您嫁入雷瑟家，您就不再姓索尔了。你还在记恨当年的事？就因为我曾动用皇权逼你娶我，你就要羞辱我到现在？陈年旧事而已。但我必须提醒您，这里是战场，不是您的后花园。上茶。
夫人，既然进不去，不如坐下来喝杯茶，消消火。李维，你拦不住我。德文出了事，陛下绝不会坐视不管。您是指您的儿子德文雷瑟被维圣克教授绑架的事？那是谋杀。维圣克那个疯子竟敢对皇亲国戚动手，我要让他全家陪葬。夫人，您在南方的安乐窝待太久了，消息有些闭塞。你什么意思？您知道维圣克现在是什么实力吗？一个靠家族余荫的二世祖，顶多3阶，甚至可能更低。4阶圣法师。奥妙，这不可能！整个帝国才几个4阶，他才多大？不仅如此，他还是全系精通。就在前不久，他凭一己之力镇压了活火山。就算是4阶又怎样？杀害皇亲也是死罪，陛下不会饶恕他。如果是维圣克无故行凶，陛下自然会罚。但如果是德文有问题，你胡说什么？德文能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学者。您真的了解您的儿子吗？或者说，您了解他背地里在做什么勾当吗？正义上的事，那是皇室默许的，你别想用贪污这种罪名扣在他头上。贪污？夫人，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钱财在力量面前一文不值。维圣克阁下之所以封锁学院，甚至不惜背负骂名对德文出手，是因为学院内出现了恶魔的踪迹，而您的儿子是恶魔的宿主。不，这不可能！你是骗子，这是污蔑！维圣克阁下正在为了帝国的安危，独自在学院内与恶魔搏斗。而您，卡珊娜夫人，您现在要去向陛下求情，是为了包庇一只恶魔吗？我没有，我不知道德文他。所以我才说王都现在很危险。我拦住您是为了不让您成为恶魔的同党。传令下去，所有人进入1级战备状态，任何试图干扰维圣克阁下除魔的人，杀无赦！维圣克，戏台我已经给你搭好了，如果你不能把这出戏唱圆了，我们都要万劫不复。那真的是演戏吗？这股气息，连我都在战栗。哥，你疯了吗？你要把恶魔宿主的脏水泼到德文雷瑟身上？不是脏水，是事实。至少在明天太阳升起后，这就将是所有人眼中的事实。那可是皇帝的亲外甥，没人会信的，除非那只恶魔亲自出来认亲。如果我说恶魔会配合我演出戏呢？你连那个层面的东西都能控制，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危机，是商机。只有死掉的雷瑟才不会挡我们的财路。我要你去做2件事：第一，让李维公爵拖住卡萨娜。李维那个老狐狸欠你人情，而且他最恨有人动他女儿，这不难。第2件，去找格文，让皇家骑士团全副武装去学院监视我。监视？这时候难道不该驱散人群吗？没有观众，这出戏唱给谁看？我要让代表皇室正义的骑士团亲眼见他们的皇亲被恶魔救走。哥，有时候我觉得比起那只脏东西，你才更像真正的恶魔。在这个烂透的世界，当恶魔总比当尸体好。来了，那东西来了，快跑！全体戒备，有什么东西闯进来了？那是什么？不，这是什么？别过来！想在我的领域抢人，做梦！该死！他的力量在同化我的魔力。那是黑暗生物，他在保护德文。给我留下！混蛋，还是慢了一步。你们都看到了吗？那只恶魔，哪怕拼着重伤，也要救走他的宿主。宿主？你是说德文是？除了恶魔的同党，谁会引来这种深渊怪物？现在，你们还要为了一个恶魔的傀儡来审判我吗？演出完美谢幕，卡萨尼亚，接下来该你上场了。让他跑了。刚刚那是恶魔，德温教授被恶魔救走了。那维圣克子爵刚才是在保护我们。魔力枯竭。维圣克，你怎么样？伤到哪里了？死不了，只是没想到那个屏障，连我都有些吃力。这就演上了，明明蓝条还是满的，不去当影帝真是屈才了。嘎，滚开！都别过来！
那东西跑哪儿去了？放心，那头肥猪身上有你的印记，就在后山，跑不了。放开我，格温，别让你的部下看笑话。闭嘴！都什么时候了还逞强？喂，谁说他们关系不好的？这叫不好吗？我也没见过骑士长这么紧张过谁。看来传闻都是假的。你别乱动，刚才是我们误会你了。误会？如果你是指你们看着恶魔救走他的宿主而无动于衷，那确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对不起，那个屏障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而且不用解释，在这个烂透的世道，正义总是迟到的。他明明可以逃走，却为了抓住恶魔耗尽魔力，难道我一直以来都看错了他？扶我坐起来一点。维圣克子爵，那个恶魔到底是什么来头？那是深渊的贪欲，它会寄生在人心最阴暗的地方。德文只是个开始。你需要治疗，牧师呢？随队牧师在哪里？来不及了，普通的治疗术对我没用。那怎么办？你需要什么？告诉我。药剂，我有专用的魔力回冲药剂。在哪里？我帮你拿。风衣内侧口袋。好，你忍着点。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再往里一点。是这个吗？拿出来，喂我。很好，格温。现在的你，已经是这场戏里最完美的配角了。全喝下去了。维生克，你感觉怎么样？还要不要？啊！谢了，格温，味道不错。你刚才不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吗？药效好，见效快。怎么？其实你更希望我躺在你怀里起不来？我是在担心你的命，你却……纳尔教授、迪松教授，还有盖亚教授，都没事吧？维生科，既然你恢复了，就快带学生们突围吧，我们是不行了。突围？屏障不破，谁也出不去。再过半个小时，你们这群魔力枯竭的废物，就会成为恶魔最好的养料。那能怎么办？我们的魔力恢复速度根本赶不上消耗。喝了。这是什么感觉？我的魔力竟然瞬间回满了！不可思议，连精神疲惫都消除了，这是神迹吗？程慧，一瓶1000几欧。1000几欧，那可是普通佛法师10年的收入啊！抢钱啊，这是便宜，太便宜了！维生科科这下，这种神药卖1000，简直是慈善！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谢维生科科大人的救命之恩！维生科教授，不，维生科大人，我买，我有多少买多少，不必再卖我2瓶，我可以签欠条，以我的法师塔做抵押。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贪婪，还是以此来整合战力？记住了。骑士团的人作证，出去后连本带利还给我。现在听我指挥。您说，往东绝不往西。今天就算您让我去把院长胡子拔了，我也绝不犹豫。哼，少拍马屁，带上还能动的人去修复广场边缘的防御阵列，别让杂区干扰我。是。啊，1000几欧，你心太黑了，那玩意儿成本才几个铜板。知识付费，懂不懂？在这里，垄断就是暴利。情况怎么样？那头猪跑到哪儿了？那头肥猪已经到了后山核心区，但是有个麻烦。说，你的那个小命徒艾丽卡，她正在快速接近后山。那个蠢货，他去那里干什么？送死吗？估计是想逞英雄，或者是感觉到那里的气息不对劲。毕竟他是除了我之外唯一能感知到恶魔本源的人。距离多远？以那个小丫头的脚程，5分钟内就会撞上恶魔化后的德文，到时候恐怕连骨头渣都不剩。现在离开，虽然有些冒险，但必须去。维嘉，给我坐标。喂，慢
点儿，你要去救美了吗？这可是经典的英雄救美条传啊！闭嘴！我是在救我的资产。那是火球术的声音，看来已经交上手了。好戏开场了，维嘉，准备干活。放开我！我是雷瑟家族的人，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啊！饶命！和你助教，我错了。现在知道错了。当你烧毁我心血的时候，当你让学生羞辱我的时候，你想过饶命吗？杀了你会脏了我的手，我要剥夺你最引以为傲的知识，让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可你，住手！艾丽卡，别看我，我现在是个怪物。别管这些了，告诉你一个消息，维胜克教授他还活着。你说什么？教授他没死？艾丽卡没死，他在广场主持大局，是他把这个肥猪扔给你的。太好了，他没死，那我做的这一切还有意义。可是太晚了，艾丽卡，我已经把灵魂卖给了恶魔，我回不去了。艾丽卡，快救我！只要你救我，我让家族给你数不尽的资源，我是无辜的。闭嘴！再吵把你舌头割下来！赫尼，教授会有办法救你的，但在此之前，既然你不想脏了手，这个恶人我来做。艾丽卡，你要干什么？这种人渣留着只是祸害，仅仅剥夺知识太便宜他了。德文莱茨，下地狱去忏悔吧！不要，艾丽卡，别为了这种人背时杀孽。谁？哎呀呀！现在的小姑娘火气都这么大吗？随便玩火可是会尿床的哦。凯弗拉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别误会，我对救这头肥猪没兴趣，只是这里有一股让人反胃的脏东西的味道。凯弗拉小姐，这是误会。赫尼他是受害者，他只是……让开，艾丽卡，你身上也沾了深渊的臭味，看来你接触过源头。看在格温的面子上，我不动你，但你身后那个已经不是人了，那是恶魔的温床，是必须清除的污秽。别过来！他在暴动！这就对了，露出獠牙吧，怪物！不要，凯弗拉小姐，他是教授的学生，你不能杀他。恶魔就是恶魔，不管是谁的学生，既然维胜克没教好，那就让我这个当姐姐的替他清理门道。滚开！别逼我！凯弗拉小姐，小心上面！来得好，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杀人了！抓到你了，小老鼠！把你的脏手从这个蠢丫头身上拿开！演技太逼真，差点真把自己玩死。你是故意的，你为了救赫尼。闭嘴！我只是讨厌我的猎物混在一起。杀了我！求求你，再吃我！该死，这不是普通的附身种，这是……愚蠢的猎魅人，你的血很香甜呐！这就是恶魔的真身。那个小姑娘的绝望真是美味，她以为她在复仇，其实她只是在喂养我。贪欲恶魔耶姆，看来这次不是清理门户，是送死局啊！艾丽卡，抓住岩口！怎么回事？我的魔力感应不到元素了。是魔力紊乱，那个怪物的立场切断了所有魔网连接。这种能量活动，姐姐，你到底在对抗什么？
猎魔人的极品，吃了你，我就能进化成完全体了。放开他！你这个怪物！谁来救救我们！要死了！辉圣客，你再不来，你老婆就要守寡了。还有敢来的？还在挣扎？你的肋骨已经刺穿肺叶了吧？大块头，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废话太多。这是什么东西？是送你回老家的车票。这药劲真大，辉圣客那家伙是不是往里兑了兴奋剂？蝼蚁，你激怒我了！抓不到，为什么抓不到？必须找到核心，这种消耗战，我耗不过他。我不行，我的魔力在乱窜，根本构建不出法阵。这下真断了！动起来啊，艾丽卡，你会害死他的！艾丽卡，当魔力紊乱的时候，不要试图去控制它。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容器，恐惧是水，魔力也是水，让它们流过你，而不是堵住它。流过我，不仅仅是魔力，还有恐惧。星辰的轨迹无法被遮蔽，以群星之名锁住贪婪。这是2级的星云锁，区区一个人类幼崽。凯弗拉小姐，就是现在！干得漂亮，小怪物。抓到你了，烟魔！你们以为这就赢了？这所学院就是我的血库！锁链锁不住了，他的魔力是无穷无尽的。现在游戏结束了。风之清灵，炎之坚韧，全都给他！这就对了，艾莉亚，再多来点！像苍蝇一样令人作呕！不！该死的猎魔人！叫得真好听，但这还不够，这点伤口还不够把你的头割下来。割下来？不需要你动手。他在是自己。肉体只是累赘，唯有贪婪永无止境。切，玩脱了。这味道比下水道还臭。这就是猎魔人的尽头，成为我的一部分吧。你是不是忘了我刚才在你头上留了点什么？什么？叮！艺术就是爆炸，给我炸！这下总坏死透了吧？怎么可能？连头炸碎了都能重组？痛，真的很痛！你们这些虫子！我的魔力来源断了，那个阵法被破了。该死！必须夺回阵眼，必须吃掉那些法师！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别吃我！我是贵族，我有钱，别吃我！哈哈，你就是那个小姑娘最恨的人吧？留着你当做送给她的谢老。
这就是那个赫尼留下的后门，看起来像是个自杀开关。不是自杀，是绝杀。呜呼！水管炸了，这回流速度，那只大章鱼要消化不良了。赫尼不仅留了后门，还设置了魔力反转，被吃掉都要吐出来。拿了我的蓝条是要付利息的。魔力回来了，甚至比之前更充沛。我的魔力恢复了，屏障也消失了，我们得救了。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巢穴。救命！救我！格文，我是你长辈，救我啊！格文叔叔，充满魔力的血肉，既然阵法断了，那就直接吃吧。住手！圣光斩！虫子也敢挥剑！仇恨值拉满，副本场景加载完毕。接下来是团长指挥时间。耶姆，吃了那么多脏东西，不嫌饿牙吗？是你，那个毁了我阵眼的蝼蚁，把你吃了，我的魔力就能圆满。想吃我？你那点胃口，装得下吗？所有人，听我号令！魔力无限攻击，伤势瞬间巨愈。如果这样还打不赢，这是什么力量？规则，你在改写规则？那就别当法师了，回家种地去吧。现在，全员集火，开怪！这就对了，这才是我想看的烟花秀。